男人开车带老婆孩子回国祭祖，可骨灰盒刚拿上车就开始，而且闪电全劈到盒子正上。男人不断左右回闪，就在车顶快要被劈开时，一道天塌地陷的惊雷瞬间砸到车上，几人只感觉大脑眩晕，意识模糊。男人抓紧方向盘，死命踩住刹车。等他彻底回过神，竟发现暴雨不仅停了，就连地面都是干的。感谢上帝，总算停了。陈东准备重新发动汽车，但他的手刚放到启动键上就僵住了。不对劲，非常不对劲。车外已不是原来那条高速公路，而是一条坑洼不平、泥泞不堪的乡间土路。东尼，这是哪里？我们不是应该在高速上吗？陈东抓起车内的卫星电话，却显示无信号。他又拿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同样信号格空空如也。不可能，刚才还有 4G 信号。我的手机也是，没有任何网络连接。老婆张姨急忙翻找背包中的备用手机，却无意间将3本深蓝色的阿美丽卡护照翻落在脚下，刚好露出了丈夫陈东的那一页。她颤抖着手翻到签发日期那一页。东尼，你看，签发日期1978年。当陈东翻到最近的入境盖章处时，上面显示的日期让陈东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1980年4月15日入境。高速公路消失了，他们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事实：他们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间点。别怕，不管发生了什么，有我在。东尼，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继续往前开，找到人，问清楚这里到底是哪里，然后去找老家，去连寨找到亲人，把爷爷安葬之后，我们立刻回阿美丽卡。而不远处，一个男子正跑进一个土坯房。帆哥，有车朝咱这来了。来的是什么车？大货还是小轿车？小轿车，我从未见过，锃光瓦亮的，老气派了。都抄家伙，今天干一票大的。3人分布在土路左右两边。帆哥看着缓缓驶来的黑色气派小轿车，暗自啧舌。乖，这车得值不少钱，这一票够我们兄弟仨快活许久了。待车子靠近他们还有10来米距离的时候，帆哥大喊一声：“土鼠、竹竿，动手！”其余2人听到帆哥喊声，立马就从土路边上跳出，往路正中奔去。陈东看见3人冲出来，立马刹车停在路正中。东尼，他们要干什么？别急，先看看再说。帆哥漫步走到他车窗前，敲了敲车窗。陈东降下2指宽的漏缝，对着那男子问道：“有什么事吗？”同志，道有道规，你这开车也太急了吧！瞧把我兄弟给撞的，躺地上都起不来了。你这撞了人，也不下来看看我兄弟死活，也太不讲究了吧！帆哥伸手就要去拉车门把手，一拉发现拉不开，气恼地从身后腰间抽出一把小锤。你撞了人，不把我兄弟送医院，要死了，你得吃花生米。别装了，你们这是拦路抢劫，我们是不会给你钱的，赶紧让开路，不然我直接冲过去。你敢冲试试？你不把这破车门给老子打开，老子直接给你玻璃敲了。原本躺在地上装死的竹竿剑已经骂上了，也不必再装下去了，站起来就挡在车头，不让陈东离开。东尼，给他们点钱，打发他们走吧。坐稳了，我要快速倒车了。说完车立刻往后窜去，3人见陈东快速倒车，立马就叫骂着追了上来，接着轿车猛地飞冲出去，还在正中的竹竿剑黑车没有丝毫减速的朝他们冲来，吓得连滚带爬往土路旁躲避。完蛋玩意儿，这都让他给跑了。帆哥指着离去的黑车破口大骂：“我要是不躲，他这是要把老子直接撞死啊！”而轿车内陈东哈哈大笑：“还想劫我的车？我从小在阿美丽卡长大，什么场面没见识过？”开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才看见一根木柱上钉着一块喷着白漆的路牌。看来我们还在驼城的地界上，前面不远就是南山县城区了。听到丈夫陈东的话，张姨拿出钱包，看着里面那一叠绿油油的阿美丽卡刀说道：“这些能用吗？”应该可以吧。又开了将近10分钟的路程，才从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周围的行人也开始逐渐多了起来。陈东把车停在了路边，打算找个人问问路。吉米和妈咪老实待在车里，不要开门，爹地下去问问路。围观的人群见到陈东打扮服饰完全不像国人，眼里满是戒备和探寻。你们好，我叫陈东，是从阿美丽卡回来的华侨。陈东背靠车门，摊开手对着围着车的人群说着：“车里面是我妻子和我的儿子，我们是来驼城寻亲认祖归宗的。因为我们不熟悉路况，所以路上耽搁了许久。我现在需要找一家酒店入住，请问我该往哪里走？”同志，咱这可没有你说的那什么酒店，你要想住宿，只能去招待所那问问。哎呦，非常感谢这位先生。感谢就不必了，不过我们这不习惯称人为先生，你得称呼别人为同志。明白，入乡随俗，这个我懂。说完，他忙走到后备箱，从箱子里拿出一条华子，又拿了一瓶人头马，找了个礼品袋装着，提着就走向那汉子。同志，感谢，回来的仓促，也没什么好送您的，这烟酒您就拿回去，算是我的谢礼。大叔一见陈东送过来的袋子里露出整条华子，还有一瓶没开封的洋酒，急忙推辞起来：“这怎么行？是不的，我也就随口给你说个地址，你这送的也太贵重了，问个路打个话，哪能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行。不是啥值钱的东西，您就别跟我客气了。再说我也不知道那什么招待所在哪，一会还得劳烦您带我们过去，总不好让您白跑一趟不是？您千万别嫌弃。”陈东忙将袋子让到那汉子手中：“这我哪敢嫌弃啊？得了，我前头骑着车，你后头跟着来，我带你去。”男人刚在美国继承50亿遗产，就被雷劈中，意外穿回80年代农村，而且一同穿过来的还有开着的迈巴赫和美刀。
然而这个年代农村还很封闭，工作人员只认介绍信和票，没有就只能睡大街，更别提从没见过的刀了。你好，同志，请问还有房间吗？我需要一间房入住。同志，请出示一下介绍信。介绍信？什么介绍信？我们没有什么介绍信。同志，我们是从阿美丽卡国过来这边寻亲的。说完，陈东将3人的护照拿出来，服务员吴春华接过护照，翻来覆去的看了起来。没有介绍信不能入住，这是规定。他将3本护照推了回来。同志，你看，我们有护照，这是我们的身份证明，我们只是需要住1晚，明天找到亲戚就走。不行，没有介绍信，谁也不行，这是规定。我们加钱可以吗？1晚多加100。说着，张姨拿出钱包，从一叠绿油油的钞票中抽出1张。同志，我们这里是不收外币的。就在这时，一个沉稳的声音从楼梯处传来：怎么回事？都围在这干什么？宋主任，他们3人没有介绍信，拿着不知道哪来的外国本子，非要住我们招待所。同志，请出示一下你们的证件。陈东拿起柜台上的3本护照，递给面前的宋元朝。你们从哪里来？到这里做什么？我们从阿美丽卡过来，我爷爷是南山县连寨的人，早年背井离乡出海谋生，现在他去世了，遗愿是让我们把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安葬，顺便认亲。我们开车路过这里，遇到天气不好，迷路了，想住1晚，明天就去连寨那边寻亲。南山县委招待所内外都挤满了前来围观的人，宋元朝无法核实护照真伪，只得让人赶紧到县侨办和派出所请人来鉴定，同时眼神示意李梅和吴春华让那些围观的人赶紧都散了去。同志们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不住宿的都走了啊，别影响到其他要入住的同志。别看了，没啥好看的，这回都到晚饭点了，都回去吧。人群外，陈在兴好奇的踮着脚往里头看，扒拉着前面的那个人就问：同志，招待所里这是怎么了？咋围了这么老些人？你不知道，那你围观个啥劲？嗨，我这不是赶巧从这过，见围了这么些人，也过来凑个热闹嘛。同志，你给说说呗，怎么个情况？咱们南山县来了3个外国人，听说是阿美丽卡国回来的什么华侨，老有钱了，看见没？人华侨从阿美丽卡国直接开回来的小轿车，气派不？人就问招待所往那边走，早前一个同志就给他说了，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人当场就拿了1条华子1瓶洋酒当谢礼，你说阔气不？嚯，那可真够阔气的，就在这招待所内？可不是，招待所主任都得亲自接待。同志，你说这啥车啊？你没瞧见车头那标吗？听说1台就要10几万。同志，你咋知道的？报纸上看的呗。来，让了，都让一让了，别在这围着了。一辆警用边3轮刹停在人群外围，下来3个公安同志进了招待所。王所长，你可算是来了。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陈东先生自称是从阿美丽卡国回来寻亲的华侨，那位是陈先生的爱人张姨女士，还有他们的儿子陈辉。宋元朝说着就将陈东3人的护照递到王所长面前。没有介绍信，也不往县侨办那边报告，就这么来了咱县委招待所，您看怎么个处理？王所长接过宋元朝递来的3本深蓝色护照，翻开看了看。阿美丽卡来的。您翻到第10页呢，有我从罗海口岸入境的盖章和时间。王所长翻到第10页，确实见到了一个中文盖章。这里人多眼杂，事也不好说清。这样吧，你们先跟我们回所里一趟，等侨办那边的同志来了，核实确定了你们的身份，也就没事了。陈东一家被3个公安簇拥着走出招待所大门。王所长，要不您就坐我的车，让其他2位公安同志开摩托回所里，劳烦您给指下路。成，我就坐你的车回所里。到了派出所，王所长带着陈东一家进了一间会议室，问询过程漫长而细致。陈东甚至描述了爷爷陈生玉可能的老家地址和亲戚名字。这是我爷爷当年还未出国的时候，和我大伯爷和大伯娘还有大伯的合影照片。这位是我大伯爷陈生玉，那位是我大伯娘，我大伯娘抱着的是我大伯陈显贵，这后面站着的就是我爷爷陈生玉。王所长翻到相片后面，发现写了一行字：民国10年6月设，弟生玉过番，特设留念。王所长将相片小心地放回到陈东面前。陈东同志，你们无法提供任何国内的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只有这几本阿美丽卡的护照。按照规定，没有介绍信和合法身份证明，我们不能允许你们随意活动。不是说就彻底的限制你们的活动，一来是为了保护你们，二来是有规定。但是考虑到你们的情况比较特殊，这样吧，小赵。王所长转头对着还在奋笔疾书的边上公安道：你就辛苦一下，就暂时先留在陈东同志一家身边，做个向导，有什么事马上向我汇报。是，所长。至于你们提到的连寨亲人们，我们这边也会立刻派遣人前往核实寻找，一旦找寻得到，立马就会通知你们。在核实清楚之前，需要委屈你们暂时住在招待所，不要随意离开县城，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符合规定。小赵会帮你们安排好住宿。这已经是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结果，陈东只能点头同意。招待所最终破例为陈东他们一家安排了房间。极其简陋的房间里，张姨抱着终于睡着的陈辉坐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眼圈微红。东尼，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别担心，有我在，至少我不会让你们娘俩饿肚子。
说完，陈东来到柜台处，发现赵志刚正在招待所大厅边上的长凳上坐着。陈同志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赵同志，我们一家开了一天的车，来了咱们县城后，又去了你们所里谈话。这会儿孩子实在是饿了，就想问一下您，这附近有没有可以吃饭的地方？我想打包点饭菜回来。说着，陈东直接打开钱包，从里头抽出3张100元绿钞。用不了这么多钱。再说陈同志，你有所不知，咱们这是不收外币的，你得去县银行或者是侨办那儿兑换成外汇券才能使用。但这会儿都已经快7点了，银行估计早就下班了，侨办那边也没有来人，估计这会儿那里也是人去楼空了。难道让我们一家饿到明天银行开门吗？阿乔开着迈巴赫，带着51美刀窜到80年代农村，一家住进招待所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打开手机，可上面除了没信号外，2台手机竟同时蹦出红色进度条，而且一路窜到99%就卡住了。正当俩人想关机时，下一秒2个手机进度条同时显示100%，接着2人虎躯一震，一个幽蓝色的光幕就出现在了陈东面前。亲爱的，你看到了吗？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光幕。东尼，我看到了，就在眼前，是投影吗？陈东试着用手去触碰那个事，却发现并不能点击，只得使用意念去操控。随即光幕再次弹出提示：确定开启 WTO 购物系统，开启后将不可注销。陈东再次用意念点击时，紧接着就是光幕亮光一闪，一个巨大的蓝星图标闪现而过。这个 WTO 系统，我们该如何使用它？张怡也试着用意念去查看系统的界面，她第一个查看的就是化妆品一栏。当张怡点开自己常用的一款粉底液时，张怡一下子就点了订购整柜65000瓶的选项。亲爱的，你不会打算往后余生都用这款粉底液吧？这可是整整一条柜65000瓶。我就是用不了，我也可以转手出售掉，这可是2020年最新出产的，肯定大受欢迎。1500刀一瓶，我认为现在没有一个女人会花这个价格购买。所以说你做不了女人的生意，东尼。当张怡打开自己的存储仓时，发现那条柜的粉底液已经存放在了里面。张怡试着去点击那个货柜的时候，系统发来了提示，请选择您要的运输方式，货船、空运，立即取用。当然是立即取用了。张怡点击了后输入吧嗒一声，毫无征兆的一瓶包装完好的粉底液就凭空掉落在了张怡脚下。东尼，你看到了吗？它就这么直接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需要冷静一点。东尼，你说这个系统能不能将我们现在的所处的世界的物品也进行交易？陈东拿起地上的那瓶粉底液，拆开后将外包装直接收回到自己的存储仓内。系统立刻提示：检测到有废弃纸壳，是否出售？陈东点击了是，系统立马再次提示：按照目前 WTO 纸制品离岸价，该废品纸壳出售价0.01美刀，是否出售？陈东玩味地对着张怡道：一个外包装最起码还值0.01美刀，即便你那些粉底液卖不出去，还能拆了这些包装外可出售回点血。去你的！等到赵志刚提着食盒过来敲门的时候，陈东打开门，笑着对他道：赵同志，感谢，辛苦了。没事，你们先吃。今天国营饭店供应红烧肉，我还帮你们打1份肉末茄子，3份米饭，够你们3个人吃的了。要还有什么需求，你就下楼来跟我说就行。赵志刚说完转身就走了。好的，谢谢您，赵同志。张怡轻轻地摇醒沉睡中的小陈辉。吉米，起来吃饭了。待张怡抱着儿子走到桌旁，陈东掀开2个饭盒，一股诱人的红烧肉味直窜脑门。还迷瞪的小陈辉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哇，爹地，这是酱油肉，爷爷最爱吃了。这是红烧肉。当小陈辉吃下1筷子肉末茄子的时候，眼神顿时就亮了起来，飞快的扒拉起那盒肉末茄子。南山县连寨村外，陈在兴提溜着从县里采买回来的菜子，悠哉的走在回家的土路上。老五，上县里买个菜子，你都能买1天，回去大伯又得臭骂你1顿了。陈在兴才入村，就遇到了从田里收工回家的堂兄弟陈在莲。路那么远，我让他出个公交钱他都不肯，可不得一整天的来回。说着，陈在兴凑到陈在莲边上，随手就往他口袋里要掏烟抽。赶紧的，这一路烟都抽没了，可憋死我了。2人就这么在大路边上卷起烟卷来。在莲，你是不知道，我这趟到县里去，见了多大的场面。外国小汽车你见过没？这车的这么长，那车漆就跟镜子一样发亮。乖乖，你是没看见，县里那些人围的市里3层外3层的，发动起来都听不到声的，不像咱们大队的那拖拉机，哐当哐当的响，从村头能传到村尾去。那外国人长得啥样？说是归国华什么来着？哦，华侨，长得也就跟咱们一个样，也就是脸白净些，头发梳得跟电影里的汉奸头子似的，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行了，赶紧回去吧。刚才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大伯让4嫂过来喊4哥回去，估计是有啥事。行。陈在兴叼着烟，就急忙往家里赶。才到家门口，就听到里头自己老娘在屋里头的说话声：老四，你过去就得了，别喊你大哥回来，他脾气暴，过去只会添乱。陈在兴一入门，立刻就被自己老爹陈显贵臭骂了一顿。你个鳖玩意，让你往县里合作社买点菜子，你这是跑市里买去了，1天见不到人影，我真想抽死你。说着就脱下布鞋，上去就是要抽陈在兴。老幺都是娶了媳妇的人了，你还是这么大，让他以后怎么在外面做人？啥事啊爹，我这才回来就成了给你出气的了。去县里要10几公里路，来回就是30多公里，我这腿着去的，半道不得歇歇。再说这大日头的，万一半道给晒晕了咋办？
就在这时，里屋的老太太脚步缓慢地掀开帘子走了出来。老大，干嘛又骂我孙子？奶，我爹让我去县里买菜籽，也不给点钱，让我坐公交。这一来一回，加上我去我大哥那吃了顿午饭，回来晚了，他就又骂上我了。奶，你得给我做主啊！呀，你别听这兔崽子瞎说。今天到上寨走亲戚的李老二回来告诉我说，莲香在夫家都被她那个婆婆逼的都要喝农药了。我这着急着让老四带人过去，这兔崽子一天见不到人，我才骂他的。女人被婆婆逼到喝农药，可丈夫却蹲在墙角一边发抖一边叹气，而且不敢抬头看母亲，只能时不时瞟一眼吐白沫的妻子。看到妈妈腿抽搐，儿子竟冲过来直接跪下，一手推妈妈，一手抱住奶奶的腿。爹呀，娘你快醒醒，我娘就快要死了，奶奶你快救救我娘啊！奶奶还是一动不动，眼睛弯的孙子一屁股坐下。就在这时，孩子小舅一脚踢开院门，扛着扁担就冲了进来。刘国民，你个瘪犊子玩意！当初我姐嫁过来时，你是怎么说的？我是怎么给你说的？小舅，奶不让人把我娘送医。小舅，我娘就快要死了，你快救救我娘啊！陈在兴，你拿着根扁担就这么闯到我家，你打算干什么？真当我刘家没人啊？怎么你刘家有人，我陈家就没人吗？陈在龙总算是追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二叔陈显富和三叔陈显海家的几个堂兄弟，手里都拿着扁担木棍。4舅、7舅、8舅。陈在龙走到还躺在木板上的妹妹陈莲香边上，见妹妹这会已经口吐白沫了。刘国民，人都这样了，你就这么看着不送医院？没钱，我们家没钱。刘理事嗷的一下就扑过来，对着陈在龙大喊道：他自己不活了喝农药，关我们刘家啥事？家里没钱给他医。娘，3个外甥直接就扑到还在呻吟的陈莲香边上大哭起来。奶，就送我娘去卫生所吧，求你了。老钱婆，你个烂心肝的！我姐今天要是死在这儿，我陈在兴跟你刘家没完。陈在龙看着刘国民等他开口，可刘国民不敢与陈在龙眼神对视，只得小声对着他娘刘理事道：娘，要不就送莲香。没钱，要送你自个送。他几个娘家兄弟来了，他们有钱，让他们送。陈在兴和身后的几个堂兄弟一听刘理事这话，就要抄家伙上去干死这老钱婆。抬着莲香，我们走，赶紧送县医院去。老五，你赶紧跑回村大队去，让蔡根生开着手扶到村口等着，我们这边抬着你姐往村口去，要快。好。陈在兴话都没听完，撒丫子就往连寨村跑。几个堂兄弟抬着陈莲香躺着的门板往外走，刘国民还想跟着，被刘理事拉住。你傻呀你，跟过去，你有钱吗你？可是莲香喝了农药，哪个能救活？也就是陈家那几个傻，就让他们折腾去吧，你不准去。陈在兴跑到村大队门口，对着里头大喊：根生，快出来，赶紧的，开着手扶到村口去，快！啥事啊？老五这么急，让郎撵了。村支书带着2个公安同志也跟着走了出来。他就是陈显贵家的老五陈在兴，你问他就行。少话多，快摇车！我姐喝农药了，得赶紧送县医院去，晚了就没了，快！陈在兴拉着蔡根生就往外走。在兴，过来，公安同志有话要问你。啥事？快说，我这还急着呢。在兴同志，我这边有件事要问你一下，你知不知道你爷爷当年是不是有一个弟弟出海发展去了？不知道，我爹在家，我奶也在，你自个去我家问，我这会急得都火烧眉毛了。说完，见蔡根生已经启动了手扶拖拉机，急忙就往外跑。根生，快走快走，往村口去！村支书见陈在兴没回几句就跑，只得对着2个公安同志道：要不我带着您2位往陈显贵家走一趟也行。田支书边走边给2个公安同志介绍：这间是陈显富的院，隔壁是陈显海的，都还没分家当过，10几口人全挤一个院。又拐过一个巷口，看到了一间外墙脱落不少，露出里头鹅卵石垒砌而成的墙体。这间就是陈显贵的祖屋，生育老叔当年就是住这屋，老沈今年都79了。您的意思是说老太太还在世？那可不，老沈身体可康健着呢，现在是年纪大了，儿孙们都不让老沈他老人家下地了。早几年150来斤的谷子，老沈一个人从田里直接挑到大路，气都不带喘的。嚯，那老太太这身体比一些小年轻还好。城里现在这些年轻人手不能抬肩不能扛的，跟老太太比可就差远了。村支书带着2个公安上前去推陈显贵家的院门，只见数十人挤在大厅里，个个都面红耳赤的。这是怎么了？今天人这么挤？田支书，您怎么过来了？显贵，这2位公安同志过来，是想要询问你点事。公安拿出包里的一张相片，递给陈显贵问：这相片里的人你见过吗？认识吗？陈显贵挠头看着相片，看着眼熟，但就是说出不来在哪见过。他身后的陈显富凑过来，指着就说：老大，这不就是咱娘挂礼物相框里的那张吗？这是爹娘和二叔的老相片啊，娘这还抱着你呢。哎呦，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就是说不出在哪见过，合着这是我家的老相片啊。公安同志，您这哪来的我家老相片？这事先不急，你把你家那相片拿过来，我先看看。陈显海在后头听了，急忙就往自家老娘的里屋闯。没过多久，就听到里屋的老太太一阵臭骂声传出：谁让你动相框的？你吃饱了撑的，动我的相框，我用拐杖腿给你打折。娘，公安同志要看理。谁来都不许动我的相框。
说着，老太太魏淑芬杵着拐杖就走出了里屋。呀，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和您相框里的那张一模一样？老太太接过陈显贵手中的照片，顿时老泪婆娑。同志，你这相片哪来的？老人家，这相片里的人您都认识吗？华侨穿越回80年代探亲，竟让整个村子给他跑腿。村长主动要求去侨办欢外会，公安全部出动给男人寻亲。就在他们处理女人喝农药事件时，竟意外得知这就是华侨要找的本家。老太太看着相片里出国几十年的小叔，顿时老泪纵横。老人家，这相片里的人您都认识吗？认识，怎么会不认识？这是我老头陈生玉，这是我，这是老大，这个是我二叔子陈生玉。18岁的时候就过番下南洋去了，当时临走，老头子说一家人拍张照片，留个念想。只是这一去就是59年啊！老头子一直在等他回来，临了还念叨着他二弟生玉。说到这，两个公安见魏淑芬这个样子，急忙抽出手帕递给老太太。老人家，跟您报个喜讯，您二叔陈生玉的孙子陈东带着妻儿从阿美利卡国回来寻亲来了，现在人就在县城招待所里。真的？真的，咱是公安，不骗人。可莫要骗我这个老婆子，莫要骗我这个老婆子，可算是能给老头子一个交代了。呀，既然咱侄子回来寻亲，您看要不我就往县里招待所去一趟，认认人。急什么？老太太魏淑芬没好气地瞪了一眼陈显贵，对着年老的那公安问道：“同志，确定吗？是我那去南洋的二叔家的小子回来？”您老放心，这相片就是复拍陈东同志随身带的那老相片的，这还有陈东同志个人的2寸相片，您看看。说着，公安就将陈东在照相馆拍的2寸人头像取出，递给魏淑芬。像，太像了，跟我那二叔子生玉长得实在是太像了，瞧这眉眼，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黄兰芝扒拉到公安身边，张口就问：“公安同志，既然是来寻亲的，怎么是您过来？我那大侄子怎么没一起过来？”陈东同志因为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委托了我们派出所帮他寻亲。我们回县里后，就立刻通知陈东同志，看明天还是什么时候，就带着陈东同志过来认亲。当家的，你要不就跟公安同志一起去县里招待所。大嫂，还是我当家显父跟着去吧。我当家显父娘平日都说长得像二叔公，这一过去，话都不用多说，一对眼就认出亲戚来了。要论长得像二叔公，还得我当家显海公公在的时候，就常夸我当家显海机灵，有二叔公那股子灵性。3个妯娌这就又要开始吵起来。老太太魏淑芬气得一杵手中拐杖，瞪了3个儿媳妇。哪里有侄子来认亲，长辈伯叔赶着上去相认的？我看你们都是个个花花心思，尾巴一翘，我就知道你们拉屎拉尿。老大，你是长房，这是本该由你来处理的。大娘私自做一回主，在方呢，出来。奶，我在这呢。你跟着公安同志一道入城，先到县医院看看你莲香姐怎样了，再去你在光哥家二叔公孙子陈东回国的事告诉他，让他先到县招待所见见陈东，问问清楚，别到时候领回村里，发现搞错了，耽误人家事。听清楚没有？哦，2个公安同志先拉着陈在芳去了县人民医院，这才回到所里。怎么样？王所确定了，就是连寨村老陈家的照片里的老太太人还健在，家里也有一模一样的相片在，我们都辨认过了，确实跟陈东同志手头的那张是一个笔记。既然是连寨村的亲戚也在，明天小芳过去换班，就把这个消息也一道给陈东同志带过去吧。好，我一会儿交代下去。民医院抢救室内，陈在芳急忙跑了进来。四哥，大喜事啊！陈在龙听到这话，顿时就恼了，一个大耳刮子扇了过去。你莲香姐躺病床上呢，你跟我说大喜事？四哥，我错了，我说的大喜事是二叔公的孙子，咱的堂兄弟从外国回来寻亲了。你是说在南阳的二叔公家的孙子回国了？呐，那他现在在祖屋？没，是县派出所的公安过来问的，拿着张老照片，奶给认出来的。陈在芳说完，病房里的陈在兴也走了出来。你是说招待所里的那个阿美丽卡华侨是咱家的亲戚？对啊，奶都认了。公安同志说明天就让带着人回去认亲，奶让我来县里看看莲香姐咋样了，再让我去大哥家，让大哥先往招待所去，看是不是咱家亲戚，别认错了人，闹笑话。再发通知我大哥这事，你就别去了，让我去就成，路我熟。第2天早上，招待所的房门被人敲响。您是？张同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方正文，南山县派出所的公安，今天是过来替赵志刚班的。方正文将2饭盒递了过来。昨天小赵已经将你们的情况和我说过了，得知你们手中还没有粮票，这是我先给你们垫付购买的早餐，你们先吃，我就在楼下，一会儿吃完了，我再来给你们说件事。感谢您了，方同志，还能想到给我们买早餐，真是过意不去。没事，远来是客，你们先吃，一会儿我再过来。好。一家人简单吃完了早餐，下了楼。方正文这时走了过来。陈同志、张同志，你们昨天在局里说的那件事，我们所里的同志已经帮你们找到了。您是说我在这的亲人找到了？
是的，根据你提供的地址和相片，我们在南山县吉平公社连寨大队找寻到了相片中的2人，分别是你的大伯奶和唐伯陈显贵2人。方同志，您是说我大伯奶他老人家还健在？是的，老人家今年已经79岁了，身体还硬朗。他得知你们一家到来，也是很高兴，说要让在县城水运上班的大孙子陈在光先过来看看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就先不要出外走动，免得一会人来了找不到你们。好好好，亲爱的，我们找到亲人了。而前一天晚上，陈在兴连夜直奔自己大哥陈在光家。大哥，大哥，哎呦，在兴，在芳，快进来，傻站在门口干嘛？陈在光急忙起身就迎向还处在门口的陈在芳。媳妇，再炒俩菜，我俩兄弟来了，吃了没？正好我也刚下班，陪你哥我喝几杯。陈在光给2人各自拿了个酒杯。你小子不会今天一整天都没回乡里吧？哥，姐住院了，刘国民简直就不是个人。我姐入院到抢救完，他连过来冒个泡都不来。陈在光听完，气得直接一拳头就捶在桌面上。明天老子就去刘家，非废了刘国民不可。大哥，废刘国民那事，要不先缓缓？你小子怕刘家？大哥，我会怕他刘家？不信你等那天的空了，我一人提着锄头就堵他家的门去。哥，这事还真得先缓缓，咱家还有件最要紧的事要办。下南阳的二叔公家的孙子，也就是咱们的堂兄弟回国寻亲来了。陈在光仿佛听岔似的掏了掏耳朵。老五，你说什么？孙子，咱们的堂兄弟从阿美利卡回国寻亲来了，一家这会就在县招待所呢。乃让我和在方过来跟你说，让你明天就往县招待所去一趟，先认认人，确定是咱家亲戚，再领着往乡里去。哥，你是不知道，那天我就在县招待所看热闹呢。那小轿车，你是不知道有多气派，那车得有这么长，漆面亮的能照出人影来。我是不知道那就是咱亲戚，要知道，当时我就上去认了，直接领乡里去。你是说二叔公家的小子，咱们的堂兄弟来南山县寻亲了？那他叫啥？多大年纪了？啊，在方，当时你在乡里，你知道不？公安同志有没有说？有，公安同志说，二叔公家的小子叫陈东，他媳妇叫张怡，他还有个儿子叫陈辉，今年5岁。陈在光听完名字，仔细琢磨了一下后道：不应该啊，既然是二叔公家的，怎么名字没按族谱上的辈分排？他要真是咱们二叔公的孙子，就应该叫陈在东，他儿子就该叫陈荣辉才对。会不会是认错人了？别介啊，好不容易公安同志都说是咱老陈家的亲戚了，大哥你咋还往外推着门阔亲戚？哥，你说会不会下南阳时，二叔公他老人家不知道咱族谱排辈分这事？陈在光听完，当时就给了陈在兴一个脑瓜崩。你小子没大没小的，你当二叔公跟你一个样，啥事都能忘，连族谱辈分都能忘。要真是咱老陈家的人，就是去了南阳还是阿美利卡，都不可能忘记辈分的。这是根，你懂不懂？哥，我就说着玩的。说着玩，你小子可别拿族谱辈分这是开玩笑。你哥我为啥说他不是？就是因为他名字里没咱老陈家的辈分。曾霞这时却道：在光，要不你明天去招待所见他的时候，就把这事儿问问，看他怎么说。你也别明着问，就问他二叔公是啥辈，他爹是啥辈，他自己又是啥辈，他儿子是啥辈，看他搭得上来不？他要是搭得上，你再问他为啥名字里头不带辈分，看他怎么说。还得是我大嫂，就是聪慧，还做得一手好菜。你少在这拍马屁。行，我明天就这么问，看他怎么说。走，先去县人民医院看看莲香。哥，不吃了。吃个屁！你姐还在医院，我有亲戚还在这吃，少吃一顿又饿不死，赶紧的。3人来到医院，只见陈在龙在走廊里坐着。哥，你咋来了？老四，你能耐了啊！莲香住院这么大件事，你连我这个大哥都不通知一声。哥，也没多大事，这不是怕影响你上班吗？反正我们几个在乡里也没多少事干，这阵子又是农闲的，就在这守着得了。扯淡，啥玩比自家妹子重要？我告诉你，下次要还这样，我大耳刮子抽你！守在病床边上的陈在元见进来的人是陈在光，急忙打招呼：大哥，您来了。老爸，你姐咋样了？大夫说洗过胃了，就看啥时候能醒过来了。行，我们先出去。陈在光领着人来到走廊。二叔公孙子来了，那事你知道吧？陈在龙点了下头，没有说话。老四，明天你跟着我一起往县招待所去。老五和在方你俩今晚守夜，其他人找的凑合着过一夜。第2日一早，赵志刚正好拿着饭盒从外头走来，就听到柜台处的对话：同志你好，我想打听一下，咱县招待所是不是有归国寻亲的华侨住这？你问这是干啥？同志，你别误会，是这样的，昨天咱县派出所去人到我们村里，拿着张相片寻到了我家，我奶说是我二叔公家的堂兄弟寻过来了，去的公安同志也知道这事，我奶就让我先过来看看。赵志刚上下打量了一下2人，才开口说道：同志，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和工作证。赵志刚看了一眼陈在光的身份证和工作证，确认了身份。你们先在这坐会，我估计陈东同志他们还没起来，等我给他们先说一声。好，麻烦您了，公安同志。楼上的陈东打开门，见来人换成了赵志刚，笑着道：今天是您值班吗，赵同志？陈同志，楼下来了2个人，说是你连寨村那边的堂兄弟，家里的老太太让来的，这会儿在楼下大厅等着，你吃完了下去见见。陈东见到陈在光的面容，立马就觉着这就是自己的大伯爷的后人了，实在是太像了，尤其是眉眼，太像老照片中大伯爷陈生玉年轻时模样了。陈在光也在打量着陈东，你就是在光大哥吧？这位是在龙哥吧？我可算是找到你们了。陈东激动地依次握住2人的手。
忘了给你们介绍了，在光哥，在龙哥，这是我媳妇张姨，这是我儿子陈辉。吉米，快给两位伯伯问好。大伯伯好，二伯伯好。好，乖。打完招呼，三人在赵志的陪同下进了房间。我昨天听公安同志说寻到了亲戚了，还高兴着，打算今天出门采购点手信，就去连寨那边看看你们。没想到两位哥哥今天就来了，这事也是赶巧了。我们是直接从县人民医院过来的，当时俩公安同志到咱乡里问访，那时老四他们正送你莲香姐去医院，还是奶奶让人来县医院告诉我们，让我们来招待所这看看你的。陈在龙则是把自己家的人口给陈东介绍了一下，又解释了一下陈莲香在医院的事情。那莲香姐现在怎么样了？脱离危险了没有？人苏醒了没有？医院给洗了胃，说还好，喝的不多，送来的及时，就是这回人还昏迷着，那边有其他同兄弟看顾着，我俩才赶过来你这边看看你。那就好，人没事就好。赵同志，一会我想带着妻儿跟着两位哥哥一道去县医院看望一下我莲香姐，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我得请示一下所里才能回复你，陈同志。那麻烦你了。陈东，你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是我爷爷给取的。怎么不见你爹跟你一起过来？对了，你爹叫什么名字？今年也得有40了吧？我二叔公他老人家可还好？陈东抿着唇叹了口气才道。我爷爷得了癌症，已经没了。这次回国就是遵循爷爷的遗愿，将他老人家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至于我爹，他名叫显华，他去世的时候是35岁，直升机空难。我妈当时也在飞机上，那年我还在上学。至于我为什么叫陈东，而不是和你们一样加个辈分在字，是因为我爷在我爹空难后找了个大师给我算了算命，说我只有认祖归宗后，在祠堂留了生牌，才能改名加个辈分上去。东子，也别怪你哥，我多嘴问你一句，那你现在在阿美利卡做什么工作谋生？爷爷当年从老家坐船出海过帆，先是到了婆罗洲谋生，靠给人挖矿，倒也有些积蓄。后来婆罗洲的那些土人闹得凶，到处排斥咱们这些华人。当时我爷就带着我奶和我爸买了往阿美利卡的船票。爷爷脑子灵光，到了华人街后，靠着当地华人的人脉，在阿美利卡先是做些小生意，后来生意慢慢做大，传到我手里，倒也算衣食无忧。爷爷在世时常说，二叔公迟早有一天在南阳会出人头地的，他一直心心念念着有一天兄弟能够重逢，只是没想到，还是没等到。说不定这回爷爷正和大伯爷在下面喝酒聊着家常呢。他老人家也是一直放不下老家的大伯爷还有大伯。他说当时他离开时，大伯还只有1岁。对了，大伯奶和大伯他们身体可还康健？康健着呢。老太太早几年还非要下地干农活呢，100-10来斤的谷子挑起来，跑得比后生仔还快。还是我们这些孙辈劝着不让他再到田地里，他这几年才消停。大伯呢？我爹他是妈妈香，60了，头上白头发都不见一根，一直说咱连寨的水养人，哈哈。那就好，听到都平安康健，我这心也算是安定了。陈东抬手看了一眼手上的金表，发现已经快11点半了。大哥、四哥，都这个点了，我叫上张姨和吉米，咱几个就到那国营饭店去，随便吃个便饭，然后一起往县人民医院去看望看望莲香姐。哎呦，这不行，哪能让你破费？大哥、四哥都是自家人，还跟弟弟客气，外道了不是？陈东把车开到了南山县银行门口，张姨直接拿出3叠绿油油的美刀递给陈东。赵同志，这地我也不太熟，劳烦您受累跟着我走一趟，换点外汇券。行。陈东跟着赵志刚快步进了银行。田行长，这位陈东同志是从阿美利卡归国的华侨，他想要换些外汇券。陈东同志，幸会，不知您要换多少？田行长，劳烦您把这3万美刀全给换了吧。田行长脸上立刻堆满笑容。陈先生，数额有点多，还请您和赵同志稍微等一下，待我让人验一下钞。好，麻烦尽量快点。没多久，田行长就去而复返，手里多了捆崭新的外汇券。陈先生，这是您那3万美刀兑换的外汇券，按照我国现行汇率，1美刀兑换1元外汇券。这里是3万外汇券，您清点一下。陈东看了一眼，将外汇卷装入包内，笑着和田行长道别。等他们到了国营饭店，已经中午12点多了。你好，同志，请问还有包厢吗？女服务员眉头一皱，刚想说没有，却被身后的方经理给拉住了。有的，同志，请问你们几个人吃饭？一共6个人，帮我们安排间大一点的房间。好，还站着干嘛？带几位同志去一次包厢。跟我来。赵志刚在后面和陈东小声道：“陈同志，咱们这边来饭店啥的吃饭，都得先结账才能上菜。”陈东恍然大悟，笑着对才走远的张毅道：“哈尼，把装钱那包给我。”宫方经理见陈东说话中夹带着洋文，立刻问道：“这位同志是海外回来的？”“是的，陈同志是阿美利卡回来的华侨。”陈东跟着赵志刚来到柜台前，要吃什么？都有些什么菜可以点？女服务员伸手就往挂在墙上的黑板一指：“挂那，自己看。”女同志，按照这供应菜单一样给我来1份吧。柜台里的女服务员吃惊地看着陈东：“你确定？”“人来的有点多，也不知他们喜欢吃什么，就这么点吧，省事。”说着，陈东直接拉开装钱的包，从那捆外汇券里抽出1张100元面值的放在柜台上。女同志，这钱够吗？女服务员不由得一愣，侧头看着方经理：“方经理，这钱……你就照着供应菜单上的价格算就成。陈先生给的是外汇券，不用收他羊肉票了。”等走进了包厢，陈东对着陈在光道：“大哥，也不知道医院里那些哥哥们都吃了没有，我也是现在才想起来，一会服务员过来上菜，我再点几个，看能不能打包带走。”“哎，不用，东子不用再破费了，一会儿咱们吃完看有没有剩菜啥的，拿个饭盒啥的装了带过去就成，不用再点了。”
就这么闲聊了10几分钟，包厢的门推开，一连进来了4个服务员，手里都端着托盘。陈先生，米饭要是不够的话，您就出来跟我说一声就行。好，麻烦你了，经理。等到上菜的服务员和经理离开，陈在光看着这满桌的10几道菜说道：“东子，你怎么点这么多菜？这得花多少钱票啊？”没事的，大哥，我用外汇券结的账，不用票。大家人多，我还怕这些菜不够呢，多吃，趁热吃。等吃好喝足后，桌上的菜还剩了不少。陈在龙看了一眼后说道：“还剩这么多，东子要不让服务员给拿几个饭盒装着带到医院去？”陈东点点头，起身走到外头。方经理急忙走过来问道：“陈先生，有什么事？”经理，不知能不能帮我拿几个饭盒，把吃剩下的那些给我打包带走。方经理想都没想，直接点头，转身对着柜台边上无事闲聊的几个女服务员道：“来俩人，拿上几个饭盒到包厢里，帮陈先生把剩菜都给打包了。”那些被方经理叫到的女服务员全都不情愿的起身，转过身嘀嘀咕咕的翻着白眼走进后厨拿饭盒。不就是个海外回来的华侨，就把他给乐得，围着他还团团转起来了。少说2句了，别一会被经理听到了，又得臭着张脸了。你说这海外的华侨，也就是长得白净了些，也没多大不同啊。那是你眼神不好，你没看他结账的时候手腕露出的那大金表，闪眼呢。陈在光见开门的人是3弟妹林瑞清，就带着陈东一家走了进去。里头病床边上的人更多，他二叔陈显富家的2个儿媳妇，三叔陈显海家的3个儿媳全都到齐，目光都紧紧盯着走进来的陈东一家。他四伯，让让，我这还端着热水呢。陈在龙转身一看，五弟妹吴芳如用一个搪瓷脸盆装着热水要往里头走。陈在光走到病床前，问边上那些围着的妇人：“你们这是？”还是3弟妹林瑞清眼珠一转，他开口道：“我们这是打算打点热水，给大姑擦洗一下身子，还没开始，你们就来了。”说着，林瑞清看了一眼陈东、张姨，对着陈在光问道：“大哥，这2位是不是二叔公家的叔叔弟妹？”“这是你们叔子陈东，这是弟妹张姨，这是小陈辉。”陈在光给众人介绍起来。等着走出病房，陈在龙将带来的那2个饭盒拿给大家。大家好，没吃的都自己拿筷子吃点，这是国营饭店打回来的饭菜，都还热乎着。就在陈家兄弟们吃的火热的时候，一个白大褂老头快步走过来了。院长，人在这。陈东发现过来的2人不解地问道：“有什么事吗？”“您就是阿美利卡回来的华侨陈东先生吧？我是医院的副院长郭坤。陈东先生，您夫妻2人来我南山县医院，不知道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是我堂姐在你们医院接受治疗，我是过来看望我堂姐的。”听到这，郭坤急忙对着保卫干事道：“去问问科室的主任，陈先生的堂姐是个什么情况？”“好，我这就去。”没一会儿，保卫干事带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主任跑了过来。“院长，您怎么过来了？”“常主任，我问你，306病房内的病人是个什么情况？”“病人陈连香，32岁，因误喝少量农药，被其家人送到了咱们县医院。到院后，立刻就进行了洗胃等急救措施。我们秉承以患者为先的原则，对病人采取一切必要救治。如今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后续病人苏醒出院，应该避免让患者进行重体力劳动，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受损的机体更快的恢复。”“那不知道我堂姐她多久才能苏醒过来？后期会有什么后遗症吗？”“苏醒这个要看个人，我们作为医生也不好给你一个明确的时间。至于后遗症，肝脏和肾脏是人体解毒和代谢的主要器官，最容易受损。虽然你堂姐喝的农药只有几毫升，但是因为送来的太晚，毒素有些已经被身体代谢，所以才会迟迟难以苏醒过来。且等你堂姐苏醒过来后，因为反复擦去洗胃管和农药的腐蚀，可能会出现吞咽困难和声带损伤难以发声等情况。这些你们作为家属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且因为毒素的原因，病人心脏可能也会有损伤。要是出院后出现心慌胸闷、心律失常等情况，必须马上就医。这些都是考虑到病人完全康复出院后的事。目前我们所担心的是，在洗胃或呕吐等流程中，病人可能无意识地吸入含有农药的胃溶物，可能会引起肺部灼伤，引发炎症，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担忧。所以我们每1个小时会对病人进行1次体温复查，确保病人体温正常。若是病人出现肺部感染，会立刻进行介入治疗。那不知道我们家属需要注意些什么？别乱喂食物，别让病人着脸，时刻检查病人是否处于发烧状态。郭坤在旁边那个急啊，立马说道：“陈先生，您也看到了，咱们医院的医生是十分尽职尽责的。你堂姐的病情，我在这里给你担保，一定全力进行救治。您放心，后面我就会召集其他心脑肝脏的科室对你堂姐进行会诊。只是您也看到了，咱们医院的一些医疗器械实在是匮乏，验血啥的短缺，有时候一些稍微复杂点的炎症感染都难以及时确诊。贵院的困难我也知道，这样吧，郭院长，只要你们医院能够把我堂姐的病情治好，我个人出资替你们医院采购一批先进的海外医疗配套器械，算是我的感谢。感谢医院全力救治我堂姐。”郭坤副院长走没多久，常主任就带着4个护士来到306病房，先是重新检查了一下陈连香的体温。这时陈东说道：“常主任，考虑到我堂姐需要更安静的环境进行治疗和康复，还是转到特护病房去吧。”
我堂姐的治疗费用什么的都由我来支付。东子，这大哥啥也别说了，这也是我堂姐，我有能力就多出点力，不过是力所能及而已。果然是血浓于水的实在姐弟，四哥我记住东子你这情了。这时陈在兴挤开人群凑了过来。东子，我是你五哥啊，这是弟妹吧？这是我小侄子吧？长得真敦实。陈在兴顶着一头鸡窝发就要往小陈辉头上摸，吓得陈辉忙往妈妈张姨身后躲。还挺怕生，这孩子。老五，去收拾收拾，瞧你那样，等会把小吉米给吓着了，一整天的邋里邋遢的。等陈在兴收拾完从厕所走出，这会4个护士推着陈莲香就往特护病房走。哎，这是要把我姐往哪推？在兴，医生是要把大姑转到特护去。特护那是能随便转过去的。你东子弟提的，说全部费用他出了。等到了缴费处，陈东探头朝柜台内的女人道：“你好，同志，给306病房的陈莲香缴费。”说着，陈东从包里的那捆外汇券中抽出10张面额100的。这些钱全都先预存在陈莲香的账下，到时出院多退少补就行。同志，这预存的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的。是啊，东子，这也太多了，先预存个200吧。行，那就先存个200，要是不够，大哥您就让人跟我说一声，都是自家兄弟，可别给我整外道。说着，陈东再拿出1张塞到陈在光手里。这100，哥哥们在这没日没夜的守着，总得吃点好的。大哥，你就把这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买点吃的。不行，东子，我不能拿你这钱。陈在光极力的推辞，想把钱塞回给陈东。行了，大哥，才100，您跟我在这推来让去的，让人看了笑话。而且都这个点了，我想让您和4哥跟着我一道回一趟乡里看看。行，这会也没多大事，莲香那有几个堂弟和弟妹们看顾着，咱们这就坐你的车回去一趟，也给奶看看他心心念念的二叔公家的侄孙儿长啥样。开了小半个小时，终于拐入一条只能容纳1个车位的小路，正好前头有人牵着头水，陈东只得慢慢跟在后头前进。陈在龙探头一看背影，忙对陈东道：“东子听着，前头那人是姑丈，我下车跟他说说。”陈在光下车，大声朝前头牵着牛走着的蔡连胜喊道：“姑丈，您忙完回去呢？”在光、在龙，你俩怎么一起回来了？莲香那丫头人怎么样了？这是谁家的小子？怎么没见过？姑丈，这是我二叔公的孙子，叫陈东，他是从阿美丽卡回来寻亲的。姑丈，您老好啊！你就是二叔公家的小子？对，我是特意从阿美丽卡回来，看看我大伯爷和大伯娘他们的。回来好，回来好，我也不挡着你们道了，赶紧开车进村去吧。陈在龙帮着蔡连胜将大水牛赶到路旁后才道：“姑丈，您把牛赶回家，回去跟我姑说一声，也跟着来祖屋一趟啊。”好。蔡连胜看着陈东几人重新坐上车走后，不住感慨道：“看来二叔公在国外发展的不错啊，这小轿车都开上了。”大队长黄炳坤见车子开远了，快步朝着走过来的蔡连胜喊道：“连胜叔，这来的是谁呀？”我大舅哥家二叔公的孙子，从阿美丽卡回来寻亲的，在光、在龙带着回村，到祖屋见我岳母去。不和你闲聊了，我得赶紧回家跟你邱秀婶说，让他赶紧到祖屋去。等到了陈家祖屋，跟着一起下车的赵志刚见看热闹围观的人太多，急忙道：“乡亲们，大家都别挤，这位陈东同志是回来探亲的，乡亲们给让开条路了，都别挤了。”陈东在陈在光几人的帮助下，总算是从人群中走到了陈家祖屋的院门前。陈在光忙给陈东介绍道：“东子，这就是我爸，你大伯，边上是我娘，你大伯娘。”陈东忙快步上去，就朝陈显贵、黄兰芝点头喊道：“大伯娘，我带着我爷爷回来了。”陈显贵听了陈东的话，眼立刻就红了，他语气低沉的道：“好，回来就好。大伯娘，这是您侄媳妇张姨，这是您侄孙陈辉。好，都别站门口了，走进屋，老太太还在屋里等着你们呢，别让老太太等着急了。”陈东正跟着大伯陈显贵往院子里走，带走的近了，老太太这才颤声开口问道：“是二叔回来了，是不是二叔你回来了？”陈显贵见状，快步就朝自己老娘身边走去，扶住老太太，小声道：“呀，是二叔家的小子回来了，他带着二叔的骨灰回来落叶归根了。”大伯奶，东子回来了，带着爷爷回来了，来见大伯爷和您老来了。终究还是叔嫂再见不着最后一面啊！当年送你爷爷出海过番，59年了。老太太老泪直流，不住感叹：“大伯奶，您侄孙媳妇、侄曾孙也来了呢。”太奶，我是您侄孙媳妇张姨，您老身体可还康健？好。老太太手握住侄孙媳妇张姨的手，就上下打量道：“东子你有福气，这侄孙媳妇老太太我看着就是个有福气、能持家的。”太奶奶，我是吉米。小家伙一把就抱住老太太的大腿。哎，乖，怎么给孩子起这小名？吉米的。大伯奶，吉米这个名字是为了上学才给起的，他大名还叫陈辉。按照咱老陈家的族谱辈分，得叫荣辉。对，您老说的对，是我叫顺口了。陈东说着就把自己爷爷当年请的大师说的那些话再次重复给了老太太听。那就等到祠堂上了生牌，再把名字给改过来，也算是正式认祖归宗了。等陈东和陈显贵等人从祠堂回来，才走到门口，就遇到了急忙赶过来的陈显富和陈显海一家子人。大哥，这就是咱二叔家的小子吗？大哥，你也真是的，二叔公家来人了，怎么也不叫人过去通知我们一下？陈显富家的立马不悦地说着：“是啊，大哥，二叔公家来人，显富身为长辈也得过来不是？”
陈在光只得好生解释道：“二婶、三婶，东子他们也才刚到一会儿，这不你们就来了？再说这人围这么多，我也不好让人出去通知你们。”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帮着东子把车后头的东西拿进屋再说，在这嚷嚷丢不丢人？陈东客气地朝陈显富和陈显海夫妻喊了声好，这才对着围在门口的乡亲们喊道：“乡亲们好啊，我叫陈东，是从阿美丽卡回来的，寻我大伯奶认亲的。我爷爷陈生玉当年就是从咱们连寨这走出去，出海过翻下的南洋。如今我爷爷仙逝，我遵从他老人家的遗愿，带着他的骨灰回到咱们连寨来落叶归根，也算是全了他老人家的心愿。在此谢谢各位乡亲们的热情欢迎，要是有给乡亲们造成什么不便，还请乡亲们宽容宽容，谢谢了。”在场的人看着陈东都不由得阵阵感叹，议论起来。不得了，老陈家这回是真的要发达了，瞧瞧这阔亲戚，穿金戴银的。瞧着这面相，就知道是个不用下地干活的，指不定就是在阿美丽卡发了大财回老家来，要拉扯老陈家咧。陈东走向黑色轿车，打开后备箱，露出塞得满满的各种袋子。陈东朝陈在光等人道：“大哥，东西都搬进去吧，我给吉米到前面冰箱里拿可乐去。”好。就在魏淑芬老太太和张姨等人说着话的时候，小陈辉跑了进来。妈咪，我想拿些威士饼干给哥哥姐姐们吃，他们光喝可乐说太酸了。你自己去拿吧，别吃太多，一会还要吃晚餐。我知道。说完，小陈辉就跑到那堆礼品前，开始翻找起自己要的威士饼干来。此时，黄完之笑着张脸就走过来：“吉米，你找啥啊？大伯来给你找。”三个妯娌帮忙唯有找了起来，趁机看看侄子陈东到底带来了啥好东西。二婶郑玲打开一个盒子，眼珠子都瞪大了。黄完之和二婶看到后一挤过去，就把三婶挤倒坐在地上，手里捧着的金项链从盒子里掉出。老太太直接就朝三个儿媳妇骂道：“还有没有点礼数了？让你们翻了！”我们这不是帮着吉米找东西吗？找到了。小陈辉抱着一个小铁盒，高兴的就直接跑出了院子。我找到威士饼干了。陈东这才走入大厅，对着魏淑芬老太太道：“大伯奶，这东西本来就是提过来送给大伯娘、二婶、三婶他们几家的。您老为人公正，一会给按各家各户给分分。”陈东走过去，挑着一一拿了出来。大伯奶，这些都是当年爷爷在世的时候给买的，让我带过来送给各家的，交给您，由您这个长辈来分。东子干嘛花那些钱？就是分给他们，他们也不好带出去的。你一会给收着带回车里去，等回阿美丽卡的时候带回去给我侄孙媳妇带就成。张姨忙摆手道：“大伯奶，哪有带过来的礼物还往回拿的？再说我自个家里的首饰多着呢，这些都是特意带给几位老婶嫂子们的。”那就先放老婆子我这，等哪天秋秀和大孙媳妇回来了再一起分，总得人齐，当着众人的面分了，你们才不会说我这个糟老婆子偏心眼子，老是偏袒我大孙。娘，我们哪敢这么说您啊？就属你暗地里说的最多。魏淑芬老太太瞪着那些低着头不知想啥的儿孙媳妇们道：“还处在这都啥时段了，还不快点去淘米下锅洗菜去？”娘！祖屋外大门，人还没到，一个洪亮的妇女声音就从外传了进来。本来还打算叫人过去喊你，你倒自个过来了。我外甥回来了，我这个亲姑姑不得赶紧过来瞧瞧。哎呦，娘，您还别说，还真长得跟相片上的二叔一个模样，瞧着没眼。陈秋秀说着就走到自己娘跟前，毫不客气的就拉了个小竹凳坐了下来。这是我外甥媳妇吧，长得真水灵，瞧着肤色都能掐出水来。不是还有个小孙子吗？过来让老姑瞧瞧。小陈辉正在给那些哥哥姐姐们分着饼干。吉米，快过来，快过来给你老姑看看。来了来了。老太太笑容满脸的摸着小陈辉的头。这是你老姑、你老姑丈，还有你那些表伯，快叫人。哇，这么多啊！你今年几岁啊？你是怎么从阿美丽卡过来的？5岁了，我是坐我爹地的飞机过来的。你爹还有自己的飞机？我们家的车就是用飞机运过来的。我爹地的飞机很大很大的，上面可以打电动，还能看电影。陈东忙解释道：“也不是我买的，飞机当年是爷爷为了出差方便买的。这得花多少钱啊？太铺张了。”奶，二叔在国外肯定做的是大买卖，常年四处跑，买架飞机1年下来也是能节省不少路上时间的。再说洋人也都讲究个人靠衣装，有架自己的飞机，生意上也好谈些。陈在胜见陈东看着自己，笑着张嘴用流利且带着老式声调的英文道：“别看我常年在家，但我早年也是遍读你们阿美丽卡和湘江那边的报纸杂志的，这点见识眼界我还是有的。”你的身体现在还好吗？陈东也直接用英文反问陈在胜。肺结核，国内的医疗条件很差，我的身体这些年每况愈下。我到时候带着你到阿美丽卡去，在那里我认识不少医生，我能优先让你接受最好的治疗，能不能彻底的治好我不敢保证，但起码能让你的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下去。我已经不太抱有希望了。签证的事你放心，由我来搞定就行。你在阿美丽卡那边家业很大，真的能让我直接过去治病？我的爷爷，你的二叔公留给我的遗产超乎你的想象。过亿。陈东点头道：“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有能力带着你回去，优先安排医生给你治疗。如果是过亿的身家的话，你说的话我至少信了80%。”见陈在胜脸上的笑容越发笑得灿烂，老太太不解地问道：“你们在聊什么？”大伯奶，我们在聊
回去的时候把二哥给带着一起去阿美丽卡那边看病，我在那边认识了不少的医生。真的？真的。东子，你要是能把你二哥的病治好了，大伯娘我一辈子都感谢你。陈东未免让他们期望太高，忙对着众人道：我回县里后会去询问一下就医的一些具体细节，到时需要办什么手续，我再来跟你们说。二哥的病情具体如何，也得等到了阿美丽卡那边彻底的检查过后，听那些医生们怎么治疗才能下判断。我这里也不敢打包票跟大伯娘您二位说，到了阿美丽卡就一定能把二哥治好。魏淑芬老太太欣慰的点头。东子，你有这份心，就是对我老婆子最好的交代了。对，东子，你有这份心，治好治不好，大伯娘都敬你一辈子的好。就在众人说话之际，老四陈在龙的媳妇拿着陈东带来的那些牛肉，问黄兰芝：那这些牛肉要怎么个做法？直接炖了吗？我来做，这么嫩的牛肉炖了不白瞎了。老四，你去田里看有没有啥菜，给摘些回来。老大，你把阁楼上的那个火锅给拿下来洗洗，咱们今晚就打边炉。当家的赶紧的，别坐着了，快去看看年头剩的那些炭潮了没有，要不够就赶紧到别家借点去，快点把炭给起了。大嫂，我家还有些炭，我这就去拿。黄兰芝端着切好的牛肉放在了早已收拾好的桌子上，开饭了。陈东亲自给伯伯哥哥们等人倒上酒。今日是我陈东这28年来最重要的一天，带着我爷爷的遗愿，我跨洋而来，寻亲问祖，终于找到了众位至亲。在此，我陈东祝愿各位叔伯母婶、姑丈堂兄堂嫂们事事顺意，身体健康，大吉大利。陈东仰头干了杯中酒水，陈显贵这才站起来道：今日是我陈氏的大喜之日，离散59年的亲人远渡重洋来聚，东子、小姨，我祝愿你们以后是顺人如意，家业人丁财俱旺。陈东急忙再次起身，谢谢大伯，我先干为敬。好了好了，都吃菜，别光顾着喝酒了，大家都吃。有了老太太发话，大家才开始动起筷子来。吃完饭后已经是夜里8点多了，大家伙坐在祖屋大厅那喝茶聊着天。陈东看着还在点煤油灯的陈家，开口问道：大伯，咱们村现在还没有通上电吗？倒也听过村大队说这几年会通电，但听邻镇的人说，就是通了电，也是隔3差5的就要停电。村里的收入怎么样？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收入？啥收入？现在还是村集体，倒也听说要施行些什么新东西，村里一些人倒也觉着不错，不过具体啥时候施行咱们也不知道。那咱们连寨这都有些什么特产啊？番薯、水稻，还有就是后山上那些桃子了，其他的也没啥了。都有些什么样的番薯和桃子？黄兰芝立马就起身往厨房拿出了一个巴掌大的红番薯，递给陈东。这东西产量大，村里收成多，每家每户分了不少。你要一会大伯娘拿麻袋给你装一袋带走。不用，大伯娘，我就是想看看。陈东接过红番薯，掰开看了看。村里种的都是这些品种吗？对，东子你可能没种过地，不知道番薯这玩意其实好种得很。到人家番薯地头摘点番薯藤埋土里都能种活，全村基本上都是种的这种红肉。东子怎么突然间就问起这个来了？爷爷在阿美丽卡做的最大的生意就是开遍全阿美丽卡的连锁超市。我见咱们连寨这的条件实在是有些，怎么说呢，艰苦了点，大家收入啥的都少，就想着能不能靠着我在阿美丽卡那边的超市，在咱们连寨这开间水果加工厂。陈在光听完整个人都来劲了。东子，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这的红番薯能直接卖到阿美丽卡，上你家的超市去？不，你直接把咱们连寨的这些生番薯运过去，他们吃不习惯。我的意思是，咱们把这些红番薯给通过加工制成干的，再包装，然后由我在阿美丽卡的公司出面来采购进口到阿美丽卡，然后上架出售。东子，阿美丽卡人真的会吃咱们农村的这些番薯干嘛？吃不吃，主要是在宣传上。咱们现在生活物资比较紧张，首先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营养上不太注重。但阿美丽卡穷人的肥胖率很高，他们穷到只能吃那些工业预制肉，对于健康的食物需求是很大的。只要宣传的到位，价格合适，主打一个健康，再加上超市将这些商品摆在显眼位置，新品促销打折，销路是没有问题的。那东子，这玩意在咱们这1亩2000多斤的产，开这个厂你完全不用怕断了供应。再说周边的村寨也有，不过就跟他们采购。陈在龙兴奋地搓着手，但陈东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首先，开这个加工厂需要采购设备，这个好解决，但设备需要电才是大头。其次就是得运得出去，不仅要运得出去，还得要有效率。咱们连寨通往外界的路都是土路，走牛车、自行车啥的还行，要是大卡车多了，常年碾压，路立马就会坑坑洼洼，要是下雨，简直就没法走。再者就是货源供应，咱们得跟周边的村落签订合同，必须统一种植这种红肉的番薯，其他的咱们是不收的。又或者是他们能够大量的供应其他品种的番薯，那另当别论。只要把电力、道路、货源这3个给解决了，那么这个加工厂我就能立刻进行投产。东子，这些咱们也解决不了啊，没有县里资金的帮扶，咱们别说电了，就是修路都没那个钱动工。大伯，这些不急，带我在四处看看，到时拿出个方案来，再具体的实施下去。赵志刚眼中闪着金光，依旧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将此事记住。等回县里交接工作后，我要立马上报给王所知晓。临近9点，陈东一家才回了招待所。第二天，赵志刚早早就来到了所里，守候在大门入口的长椅上。见王所来了，立马起身道：王所，我有重要事情向您汇报，是有关陈东同志的。
到我办公室来说吧，啥事？王所，昨天我不是跟着陈同志一家回了连寨认亲去了，认亲很顺利。不过在饭后，陈东同志和陈家的那些叔伯们聊天的时候，先是询问了陈家众人的收入和连寨的一些粮食收成，还无意中透露他打算在咱们南山县投资办一个加工厂。他打算办啥加工厂？我听他说是打算办一间专门用来把连寨产的红番薯制成番薯干的厂。他还说设备啥的好办，就是连寨要电没电，路又通不了大车，设备啥的运进来有点难，没电厂子也办不成。小赵，你也跟了陈东同志一家2、3天了，你觉着陈东同志真的有那个财力，可以一人把这个他口中的所谓加工厂给办起来？他具体财力如何，我确实不知，但我看他一家子大手大脚的，昨天就去县银行直接兑换了3万美刀的外汇券。汪所，您看他开的那车，我听陈东同志说是他用自己的飞机直接从阿美利卡空运，然后才从口岸入的境，而且他家花起钱来半点不心疼。昨天他从车后备箱里抱出半箱华子，好几瓶洋酒，我都没见过。我还听陈东同志自己说，他爷爷名下的公司是全阿美利卡第3大连锁超市，叫什么华来着的华东生。他说要是厂子能办成，将来就直接让阿美利卡那边派人过来咱这边采购，依靠着他家的超市，把厂子生产出来的番薯干摆在最显眼的货架上出售，不愁没有销量。小赵同志，你上报的这事很及时，很关键，证明你没有敷衍工作，这很好。感谢王所的肯定。关于这件事，我会立刻上报具体的细节问题，到时会派专人前往招待所跟陈东同志接洽，你到时留意一下。是，你先过去招待所那边接小芳同志的班，一定要记住，多听少问是记牢，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及时的上报。王所您放心，这些我都晓得。好好干，去吧。那王所我就先走了。赵志刚离开没多久，办公室里的王所长也提着个公文包，脚步匆忙的骑上车也走了。王所长骑着自行车拐进了大院，外头又有一人骑着车进来，看见王所长，笑着朝他道：“王所，还真巧了不是？我这正打算往你们所里去了。怎么，是不是陈东同志一家的手续文件下来了？还真是，文件都在这儿呢。我这正打算送过去，等签字了再送你们所里去。那走，我这也有事要跟领导汇报。”两人说着朝里走去。领导，我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坐，今天你们俩怎么一起来了？范主任打开手中的公文包，取出一份文件放在了领导的桌头。这是有关归国华侨陈东同志一家的证明文件，是市侨办那边昨天下发过来的。既然市侨办那边已经确认无误，那咱们也不好太限制人家的自由。王所长，你那边人我看就先撤了吧。好的，我一会儿回去就让人撤回来。我这也有一件关于陈东同志的事要向您汇报一下。你说。是这样的，根据昨晚跟随前往连寨的赵志刚同志描述，陈东同志在听取了自家亲戚描述的连寨田地产出后，似乎有意在连寨投资办一家加工厂。王岩同志，具体情况你再详细的说一下。但陈东同志对连寨那边的道路及电力设施短缺的情况很是忧虑，没有电，即便是设备运过来，厂子也很难开办起来，就是生产出来了，运不出去也是一件麻烦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时范主任却试着开口道：“领导，既然连寨那边基础设施啥的不足，不如让陈东同志把加工厂直接开在县里。这件事并不是咱们可以替人家陈东同志下决定的，得人家拿主意。是我草率了。这件事关乎到咱们南山县的招商引资大事，王岩同志人就先暂时别撤，陈东同志那边的接洽，我会让冯元生同志过去面谈。你一定要注意，保证陈东同志一家的安全，这是任务。是。侨办这边亦会把关于陈东同志一家的证明文件下发下去。范文思同志，你亲自前往县招待所，看看陈东同志一家还有什么需要县侨办帮助的，一定要尽量满足。好的，我一会儿就过去。两人将工作汇报完离开后，中年男子对着外面的秘书道：“让冯元生同志过来我这一下。”等冯元生来到办公室，就见里头已经坐了不少人。元生同志，就等你了，来，快坐。同志们，咱们南山县最近来了一家从阿美利卡回来探亲的华侨，想必你们都多少知道吧？今天一早，王岩同志过来跟我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及了陈东同志有意在连寨那边投资开办一家食品加工厂的事。我听王岩同志汇报，陈东同志在阿美利卡那边拥有全阿美利卡第3大的连锁超市，若是加工厂能够建成并投产，产品可以直接运往阿美利卡的超市出售。同志们，如今好不容易咱们南山县来了这么一位归国的富商华侨，咱们得抓住这个机遇。但是连寨那边道路基础设施比较的简陋，电力方面，徐光坤同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毕竟厂子要真的建起来，设备啥的都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咱们这儿能保障加工厂的用电需求吗？徐光坤苦着脸道：“
目前咱们南山县的电力主要供应给县城及周边的工厂，连寨那边较为的偏僻，目前没有富余的剩余电力，暂时还无法通过去。我的建议是把加工厂设在咱们南山县周围，也好方便供应水电。于建军同志，你的意见呢？光坤同志的话，我也是赞成的。目前咱们南山县的周边道路基础设施确实是简陋了些，若是要把厂子安排在连寨那边的话，前期投入的资金恐怕有些多，县财政会很吃紧。毕成同志，说说你的意见。道路设施简陋，电力短缺，不足这些，并不是我们推脱的理由。我也是希望陈东同志能把加工厂设在连寨那边，拉动吉平公社周边各大队的农民兄弟的收入。但我们得实事求是，目前确实是资金短缺了些。我的建议也是把加工厂设在县城周边。既然你们都赞成把加工厂设在县城附近，就让袁申同志亲自跑一趟，去县招待所见一见陈东同志，跟他好好的洽谈一下具体细节。好的，领导。县招待所这边，陈东一家早早起身开车前往供销社采购了好多物资。陈东笑着招手朝迎面而来的陈在光打招呼，小陈辉则是激动地喊道：“大伯，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当当当当，曲奇饼干，可好吃了。”东子，弟妹，怎么又这么破费？都是自家人，提啥礼物啊？大哥，我们是第一次上你家门，总不能就这么甩着两手来吧？这次就算了，下次可别这么带了。好，下次一定。东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嫂子曾霞，这是我大儿子荣飞，二儿子荣杰，小女儿慧琴，这是你们从阿美丽卡回来的东叔，还有你们婶子和弟弟。大嫂好。陈在光走到茶几边上，打算冲茶待客。陈东忙道：“大哥，喝我带过来的茶，大红袍，我特意去供销社买的，你尝尝好喝不？好喝，下次我给大伯也带点过去。”张姨从一堆礼物中拿出一包茶，递给了陈东，又从礼物中拿出一个礼品袋，递给曾霞。大嫂，你试试这裙子合不合身？小姨，这多破费啊！大嫂，咱们进去试试。还有这高跟鞋，你也试试合不合脚。慧琴，你也进来。神爷给你买了2条裙子，你也试试。此时，陈家祖屋大门外，一个中年汉子在外面喊道：“大姑，我们来看您老了。”大姑，我是坤耀啊，您老身体可还好？老太太出来见来的这些人，脸当即就黑了下来。你们来干什么？大姑，我们这不是过来看看您吗？许久没来您这了，带着几个小辈过来认认门，免得以后路上见了面，自家的表叔表弟们都不认识。许久，那是挺久了，得有个15年左右没走动了吧？老婆子，我还以为自己娘家兄弟姐妹侄子们都死绝了呢。大姑，您还生这气呢？当初我们也是没得办法，一喜疯，谁敢过来，不得被一喜给拉出去批评教育不可。是啊，大姑，您得体谅一下您侄子们啊。倒是老婆子我的不是了。行了，老婆子我还活着，你们也见着了，回去吧，我还有些年头可活呢，事都记着呢。大姑，您看我们都来了，就让我们进去坐坐，喝口水。我们老陈家可招待不起你们，你要是渴了，那有口井，村里卫生处的，去那打水喝就成。大姑，我们可都是您的亲侄子啊！当年是我们糊涂了，姑丈那事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这给您老赔礼道歉了。说完，魏坤成就直接跪在魏淑芬老太太前头，帮磕起下头来。后面的后生们也跟着磕起头来。怎么了这是？此时人群外下工回来的黄兰芝的大嗓门传了过来。拨拉开人群后，他当即就疼的一下喊道：“干什么呢？搁这咒我家老太太呢？”他弟妹，我是你表叔坤耀啊。哎，谁是你弟妹？我婆婆家的亲戚都死绝了，你是那个粪坑里冒尖出来的，跑到我们老陈家认什么亲？你们走吧，16年都没来往了，我们早就断了情分了。显贵老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可都是你表亲，老太太的亲侄子，你说这话那可就生分了。生分？你们还敢和我提表亲？我一刀砍死你们这些畜生！我爹当初过世的时候给你们报丧，你们那个时候怎么不提跟我是表亲了？连自己姑丈出殡都不来，16年不来，听到我侄子陈东从阿美丽卡回来了，现在敢舔着脸上门了。你们几个狗畜生，要是敢踏进我老陈家大门一步，我腿给你全打折了。老表，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这么多人在，你也不嫌丢人，都是自家亲戚，有啥误会说开就好了。丢人？你们也配说丢人？笨！我陈显贵没有就表亲，都死绝了，想来攀亲，除非日头打西边出来。老大，不管他们了，扶我进去。大姑，您就让我们进去吧。还敢进来？当初不来人给我们家老太太气得搁床上躺了好些天，再加上当年偷偷搞我们家老二的事，两家算是结下死仇了。魏坤耀等人在老陈家祖屋门口磨磨唧唧求了半天，被连寨村的人看了半天热闹，最后被黄兰芝一盆污泥水推在鞋面上，这才骂骂咧咧的走了人。而在上寨刘家，何桂琴这会儿正在和婆婆刘李氏摘着从地里折回来的菜，就见自己的老娘何吕氏朝着走来。哎呦，亲家，你这是干啥呢？亲家，你过来是有事？你还不知道，老陈家的海外阔亲戚回来寻亲了。拉倒吧，老陈家穷的祖屋都快倒了，都没钱翻修，哪来的海外阔亲戚？亲家，你哪听来的这破消息？
我骗你干啥？昨天整个连寨的人都看到了，那家伙开这辆小轿车，贼气派，带了老多从阿美丽卡带回的米面肉和饼干罐头。光是发给围观的人，出手都是华子烟，往家里都抱了半纸箱的华子，酒都是一袋袋往屋里提的。手上戴着这么大的一块金表，他那个洋媳妇脖子耳朵手上那是穿金戴银的，你说我能骗你？你亲家发达了。刘理事越听越觉得玄乎，来的是老陈家什么亲戚？听连寨的人说，是你亲家陈显贵当年下南洋的二叔家的孙子，在阿美丽卡发了大财，回家拉着老陈家来了。亲家，你大儿媳莲香这层关系在，以后跟着发达了，可莫要忘了帮衬老妹我啊，咱都是亲家不是？刘理事只得小声地问何律师：“那他家莲香怎么样了？死了没？”何律师一听，差点闪了腰。亲家，莲香咋了？你怎么还皱起自家大媳妇来了？我娘让她给逼的都喝农药了。哎呦，我的老姐姐哟，你这是闹的哪门的哟呀？怎么好好的，还闹得让莲香喝了农药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谁给送的医院？送哪个医院了？娘，是大嫂家的兄弟过来给送的医院，当时说是送县医院去了。莲香住院了，是国民现在在医院那边守着吗？你这个做婆婆的，怎么不跟着一起去？哥，奶当时还不让我爹送我娘去看病，说死了一了百了，是我四舅他们送过去的，奶还拉着不让我爹去。那国民现在人呢？在队里上工呢。这个时候还上啥工啊？快去县医院看看啊！哎呦，这亲戚给你们处的都快成子仇了。当陈东和陈在光两家赶到医院时，就见走廊外的陈在兴高兴地朝众人走来。哥，弟弟弟妹，姐醒了。是吗？那太好了。来到特护病房前，副院长和常主任等也都在。陈先生，经过我院各科主任的不懈努力，您的姐姐陈莲香同志人已经苏醒过来了。这会儿脑外科的朱主任正在进一步的检查您姐姐的身体状况。待一切检查完毕，朱主任这才转身对着陈东和陈在光道：“病人一切生命体征完好，这些天让他多注意休息，情绪上不要有太多的波动。”感谢大夫，感谢南山县医院的众位医护工作者，你们辛苦了。郭院长十分的感谢南山县的医护工作者，在条件如此简陋的情况下，依旧高水平的成功救治了我的姐姐，这让我十分的感激。我决定捐献一台200毫安的 X 光机，一台 B 型超声诊断仪，还有心电图机。谢谢陈先生，我代表南山县感谢陈东先生和张怡女士2位的慷慨捐助。而刘理事带着一大家子人急忙走入医院，跟着护士出来拿药的陈在兴迎面撞到这一大帮人，脸立马就黑了下来。你们来干嘛？还嫌害我姐不够惨吗？他小舅这说的那里话，咱们都是亲戚，说这些话。我去你的亲戚！陈在兴直接打断了刘理事的话，伸手指着刘理事：“你给我麻溜的滚！”在兴，你先消消气，你姐莲香咋样了？你还有脸打听我姐？刘国民，你个鳖孙玩意！那天在你家，要不是四哥为了抢救我姐，我一扁担给你头给开了，你还敢站我面前，假惺惺的问我姐咋样了？特护病房里的陈家众人听到走廊陈在兴骂骂咧咧的动静，忙带着其他堂兄弟走了出来。赵志刚这时候也走了过来，刘理事一见有公安在，就上前哭诉道：“公安同志啊，您给评评理啊！我这个婆婆过来看望自己的大儿媳，她不仅拦着不让我们进，还要打人。您都看到了，拿着暖瓶就要往我儿子头上砸，您赶紧把她铐起来。”各位同志，俺没打人，我都看到了，你也别在这嚷嚷，医院不是菜市场，再瞎嚷，我就叫医院保卫科的人过来，一起给你们带回所里了。陈在龙看着刘国明，怎么良心发现了，知道过来了？四哥炖。刘国明支支吾吾的不敢看陈在龙。刘理事的女儿刘家水上前道：“他四舅、大嫂和我大哥毕竟是夫妻，怎么会不关心我大嫂？我大哥这些天不是四处去借钱吗？耽误了些时日，这不借到了点钱，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是吗？那你们先去把莲香欠着的医疗费给交了吧，也不多，就200来块钱。多少？这是啥医院啊？这不是在抢钱啊？人拿刀抢都没你们医院这么抢法的。这才几天，就200来块钱，花啥了就这么多？边上的护士听不下去了，对着刘理事就道：“对，同志，说话是要负责的，正常的医疗救治的花费到你嘴里就成抢了。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得叫保卫科的人上来跟你理论了。”别，同志，我妈人一急，嘴就爱瞎嚷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刘国明听到要这么多钱，为难的看向刘理事，小声道：“娘，您那要不给我点钱，我先去把莲香的医药费给先缴了。”刘理事拉过儿子刘国明的手，就退到人群后。你傻啊？他家的海外阔亲戚回来了，还会不理莲香？再说这都转到特护病房了，是缴不起医药费的样子吗？说完，刘理事就讨好的对陈在龙道：“他四舅实在是没带那么多钱过来，等我看过莲香后，我立马就回家取钱去。”陈在龙和其他的堂兄弟们把病房的门堵着，就是不让刘理事他们进去。四哥，我就进去看看莲香怎样了，看完我就走。看了又能怎样？你是大夫，能把莲香给看好吗？你别进去继续气他就不错了，我这会没那个功夫陪你们在这闹。麻溜回去吧，莲香的事我会找你算账的。刘理事当时就不干了：“
她四舅，我是莲香的婆婆，我不能走，你们不让我进去见莲香，我就在这等，就是等到莲香出院，我也要等。你要等就在这等吧，没工夫搭理你。病房里，陈莲香听着病房外的动静，就要下床来，忙被陈东给摁住。姐，你别下床，医生说你不能太过情绪激动。是啊，莲香，听哥的，别理刘家的那些人，安安心心的把病养好，哥会帮你出这口恶气的。被摁住的陈莲香只得红着眼道：东子、小姨，我真的是受够了。当初娘说刘国明哪都不好，我不听，一心想要嫁给刘国明这个窝囊废。可嫁到了刘家，刘李氏这个老泼妇，处处针对我。我为了刘国明忍了。后来生了少林，刘李氏连月子都不给我带孩子，我整日里要给孩子洗尿布、哄孩子喂奶，还得忍受刘李氏那个泼妇的指桑骂槐。3个孩子，刘李氏这个婆婆一个都没有帮过我半点。我为了孩子忍了，可她二儿媳妇进门开始就更加的作践我，还要我帮她二儿媳妇洗孩子的尿布，我不肯，和她吵起来。刘国明这个窝囊废，他竟然帮着刘李氏一起骂我。没事了，大姑，我们都在，没人再敢欺负你了。姐，我打算等你病情好一些后，等你出院，就带着你和二哥飞往阿美丽卡去，给你和二哥调养一下身子。是啊，大姑，到阿美丽卡那边去调养一下身子，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别被这些琐事给束缚住了你自己。莲香，东子和小姨说的在理，你就跟着去一趟。刘家那摊子事，你不用去管。陈莲香点了点头，对着陈在光道：少林、少群他们来了吗？我想见见3个孩子。好，我把3个孩子带进来。陈在光说完起身就打开病房门走了出来。原本坐在走廊长椅上的刘李氏和刘国明等人见面色铁青的陈在光出来，吓得忙站了起来。少林、少群还有少忠跟大舅进来，你娘要见你们。3孩子被陈在光给带进病房里，陈莲香和3个孩子抱头痛哭。临近中午，陈在兴去医院食堂给众人打了饭菜回来，刘李氏他们就这么坐在陈在兴几个兄弟的对面长椅上，看着他们吃着香喷喷的饭菜。国亮，你去帮着打点饭菜过来，这会儿大家伙都饿了。他翻出腰间的布包，抽出2张皱巴巴的饭票和2块钱递给刘国亮。天，这也太少了，咱们这么多人就给这点饭票，能打啥？就只有这么点饭票了，这还是你娘我攒了好久存下来的，你就凑合着随便打点。对面的陈在芳听了，故意夹起一块红烧肉，大口大口的嚼着。边上的陈在莲也故意的说道：红烧肉真好吃，要有酒就更美了。飘过去的肉香味缠得对面刘家人眼冒金星，口水直流。等众人吃完收拾干净的时候，副院长带着好几个大夫，陪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在龙同志，这位是冯元申主任。在龙同志，你好。冯局长，您好，您好。不知道你堂弟陈东先生现在在不在？在，东子就在里头，我叫他出来。不用，我们进去就行。陈东见郭坤带着大夫进来，以为是来查房了，热情的起身。郭院长、常主任、朱主任来查房了。陈先生，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南山县负责工商的冯元申冯主任，这次过来是有些事想要跟您聊一聊，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可以，郭院长，您帮我找个房间，我和冯局长聊聊。那到我办公室去吧，我那里有一些好茶，正好招待一下陈先生。大哥，你跟着我一起去吧。陈东跟着郭坤一起出了病房，刘李氏见陈东出来，急忙起身就要打声招呼，可陈东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刘李氏小声地对着刘国明道：看到没，手上那大金表，啧，连主任都得客客气气的好生跟他说话。乖，这亲戚不得了。娘，你说这人得多有钱啊？瞧他那一身行头，还开着小轿车，怕不是随便漏点都够咱们吃上半辈子了。所以说，得赶紧把你大嫂的心拉回咱们刘家，她可是咱们刘家以后能不能发达的大树。你以后对你大嫂说话的客气点，别再像以前那样颐指气使的数落她。知道了，娘，我还没这点眼力劲吗？陈东等人来到办公室后，郭坤开口道：陈先生在阿美丽卡是做什么生意的？超市、酒店，也投资了不少公司，总之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我听人说，陈先生您有意在南山县这里投资开办一家加工厂。是有这个打算，不过连寨那边的基础建设有些不尽如人意，我还在考察到底要不要在南山县这里投资。陈先生，咱们南山县这里人杰地灵的，地产丰厚，连寨那边想必你也去过了，那地产出的红番薯，那可是咱们南山县远近闻名的土特产。郭坤一个劲的夸赞连寨那边，冯元申这时才开口道：陈同志，我是代表南山县前来和您洽谈的。您去过公社那边，连寨的基础建设确实是有些差。我负责工商方面，如果您真的有意在南山县投资办厂，我建议您将厂开设在县城附近最好。陈东摇了摇头后说道：冯局长，我知道您的建议最合适的，但您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想要在南山县这里投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的大伯奶他们在这儿。驼城很大，现在准备进行开放，即便不在驼城、魔都、申长，处处都是可以进行投资，而我投资连寨只为亲人过好日子，其他的才是次要的。陈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连寨到县城15公里这一段路修建起来，目前确实是比较的吃力，而且即便是路修好了，电力设施搭设过去，也要花费一笔预算，咱们这边真的是有心无力。我不打算直接修到南山县城，而是要往驼城市区那边去。冯元申眉头一皱，
陈同志，那不是更远了，而且还隔着个林山，施工难度更高，花费就更大了。冯主任，将来我投资办厂后，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要通过海运运往阿美利卡那边，在我的连锁超市出售的。南山县并不靠海，没有任何的港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冯元生正想着怎么说服陈东之际，陈东再次开口道：修路的资金也不用南山出，我这些天也了解了一下，我会和我的堂哥陈在光合伙开办一家光东食品公司，公司计划在公社连寨村进行一系列投资，其中就包括修建一条通往驼港的双向4车道公路，以及一个小型火力发电厂。冯元生听完人都傻眼了。陈同志，我没有听错，您刚才是说打算和您堂哥陈在光同志合伙成立一个公司，投资修建公路和发电厂？你没有听错，确实是这样的。那陈同志，您计划初期投资多少？先投一个小目标吧，先期用以修建光东公司所需的各种配套设施，后期看建设进度再进行追加投资。1个亿美刀。陈东点了点头。是的，而且光东公司投入运营后，后期我在阿美利卡的公司过来采购，也会以美刀的价格进行贸易结算。陈同志，关于您和您堂哥陈在光同志准备创办的光东公司，我会立刻进行手续上的审核，这一点您放心。等人走后，陈在光这才憋不住地问陈东：东子，你真打算投资1个亿在连寨办厂，还是别了吧？你有这么多钱，到哪儿不是投资啊？何必在连寨还得出钱修路搞电厂？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投资连寨只是为了让大伯奶和大伯还有你们这些堂兄弟们以后的日子好过一些。再说我话都放出去了，冯主任回去立马就会商讨，这个时候我改口，人家还以为我是骗子呢。可这投入实在是太大了，我觉着不划算。大哥，我可不是只投资一个加工厂，我将来的打算是想在连寨搞一个光东自己的工业区的，眼光放长远一点。现在是发展的大势，咱们要抓住机遇，把连寨发展成为驼城第1工业大镇，甚至未来要成为南越都不得不重视的工业强镇。到那个时候，你还会心疼这点投入吗？可那不都还没实现吗？大哥，你不相信我的眼光，也得相信我的超能力。在阿美利卡，没有一件事是钱不能够办成的，只要有钱，我能给你买来各种生产所需的设备和物资，而我恰好就有几个钱。大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陈在光点了点头，但他还是觉着陈东要投入的实在是太多了。而冯元生这边直接骑到了大院。领导，我今天和陈东同志具体的聊过了。元生同志，别急，先说说具体的情况。陈东同志说，他会以外资的身份和他堂哥陈在光同志一起合资，成立一家名叫光东的公司。他说不仅要修路，还要自行搞一个小型火力发电厂。成立合资公司，这倒是有意思。不过修路还要搞发电厂，这前期的投入可不少。我也这样问陈东同志，他回复说，光东公司成立之后，先期会先注资1亿，用来修建各种基础设施。1亿美刀。是的，陈东同志还说，后续若需要，他会继续追加投资，而且他在阿美利卡的公司将来跟光东公司这边的贸易业务款项结算，也会以美刀的方式进行。陈东同志有没有提什么要求？有，在土地的一些问题上，陈东同志提过一嘴，不过目前具体需要如何规划前往市区的路线还不明确，所以等会儿你说规划前往市区的路线，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这样的，陈东同志说，加工厂是一定要选择建在连寨那边的，这是他的底线。而要建在连寨那边的话，再往县城这边修路的话，就有点舍近求远了，还不如直接就修一条双向4车道的公路通往市区，直达驼港，方便以后货物进出。这些都是陈东同志的原话。元生同志，具体的后续你还得继续同陈东同志进行跟进。至于公路修往市区，这也有助于我们驼城更好的发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好的，我会继续跟进的。没什么事的话，你把有关于陈东同志投资的一些具体细节写一份报告给我。回来了，东叔他们回来了。陈家祖屋大门口，几个小皮猴大叫着就跑进院子。陈在光和曾霞扶着虚弱的陈莲香下车，黄兰芝当即就上去看了看自己女儿一眼，叹气道：人都瘦脱相了，苦了你了，莲香。等众人走入祖屋，里头已经坐满了人，大人小孩加起来足足有40-50人。众人寒暄过后，陈东提出要去村里的荒草地那儿去看看。黄炳坤见老陈家的人簇拥着一个青年往村西头走，想都没想小跑了过去。在光，你们这是要去哪？整这么些人？炳坤啊，这我堂弟在东，这不带着他在村里四处走走，认路。认路啊，这我熟，我给在东介绍介绍咱们村。这边是咱们村的田，过了那条田坝就是上寨村的，2村共用一条水渠。黄炳坤伸着手给陈东介绍着。走，东子，荒草地就在那边，咱们往那边走。陈在龙指了指远处那块地。炳坤，我记得这地得有个30多亩吧。陈显贵看着面前这片长满芦苇的荒草地，问着黄炳坤：“34亩，显贵叔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也不瞒着你，反正以后要在咱们连寨办厂，你这个大队队长迟早也会知道。办厂，显贵叔，你的意思是说，你侄子在东打算在咱们连寨办厂，看中了这块地？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这不是正在看吗？要真的在咱们连寨办厂，那可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连寨3不管，在东你要真的在这办厂，那可就是给咱们连寨带来了天大的机遇了。你们先在这儿看着，我立马就跑回村大队部去，把田支书给你们喊来，等我。说完，黄炳坤如同上了发条般，撒丫子就往来时的路跑。
陈东几个人就站在荒草地的田埂上，陈在龙伸手往前一划拉，对着陈东道：“东子，就这一片，你刚才也听黄炳坤说了，34亩多的，你真要？等会田支书来了，咱们就好好跟他谈。”陈东点了点头。不远处，一个人影往这边小跑过来。田书记，慢点，别一会摔田里了，小心有坑。田支书好不容易跑了过来，上前握了握陈东伸过来的手。你就是显贵的侄子吧？我就是连寨村支书田楚莲。田书记您好，我叫陈在东。我听炳坤说，你打算在咱们连寨这儿办厂，是有这回事？确实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道上面可行不可行。田支书只得摇头，对着陈东道：“这些你得问问县里，但在东你要在咱们连寨这办厂，我举双手赞成的。一切手续，只要你需要，咱们村大队开具任何文书，我都会第一时间给你办好。”咱们下去走走。县里那边，工商的冯主任已经找我谈话过了，得知我要在咱们连寨办厂，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是目前我作为外资，还是不能单独在咱们这儿创办公司办厂的。那咋办？县里就这么拒绝了？确实是不允许外资单独办厂，但是鼓励合资办厂的。田书记，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知道这么规定的原因，但我不知道这跟咱们连寨有啥关系。是这样的，田书记，在东打算和我一起合资，创办一家名叫光东的公司，法人是我和在东，按照要求，我必须持股60%，在东40%。但冯主任也跟我和在东聊过，目前咱们国家对于个人开办公司还是没有支持的。冯局长说，最好是找单位挂靠。我目前是有2个选择，一是直接挂靠我目前的单位，二就是咱们村大队集体了。我想着，怎么说，咱都是连寨村的人，就先找田书记，你问问，让你召开村集体大会，问问村民们同不同意这件事。田支书忙对着陈在光和陈东道：“在光，你没跟你单位那边说这事吧？这好事当然得应下来。咱们连寨的情况，你从小在村里长大，自然是知道的。咱们得自己找出条出路。在东能选择来咱们连寨，我这个支书是万分感谢他的。村民们的工作，让我这个老支书去做，放心，一定能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陈东见田楚莲这么着急，忙让他稍安勿躁。田书记，思想工作要做，但咱们还得把丑话说在前头，先礼后兵嘛。在东，你这话说的在理，你说怎么个先礼后兵？陈东指着面前这片占地34亩多的荒草地说道：“田书记，就这一片地，按黄队长的话说是34亩多点，我是打算直接全都拿来推平，然后硬化建设成厂区的，地是村集体的。我不想以后厂区建设起来，厂里有了效益后，村民们眼红。当然，我这是先以小人之心说这话，可能不怎么中听。田书记，你也知道，咱们做企业的要的是一个稳定。”在东，你这话虽然不怎么顺耳，但是在理，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接着往下说。按我跟大哥商量后的意思，就是想问问村集体，这地是我们光东出钱直接通过县里国土局征地，还是村集体以地入股？这些都得事先签好合同才行。要是以地入股的话，村集体能占多少股份？我能给出的股份最多不超过1%。他皱着眉问道：“这会不会太少了点？在东都是一个村的，这可是34亩地。”田书记，我要是告诉你，我光前期投入的资金就有1个亿美刀，你还会嫌弃这1%的股份少吗？这34亩地看着是很多，但在如今的南山县哪里没有地？别说我拿着这1亿美刀的钱，就是拿着100万美刀，随随便便那个村争不来40-50亩地。我还是觉着一点确实是少了点，在东再加点吧。陈东看了一眼陈在光，沉思了一小会后道：“我是看在田书记你的面子上，连寨村集体若是以这34亩地入股，光东公司可以给连寨村集体算1.5%的干股，这是最后的底线。田书记，感谢在东，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在光，你单位那边你也别去问了，等会儿我回去就召集村集体开会，先把这事给他定下来。田书记，还得到时看村里人是个啥章程才行，万一谈不拢，我该往单位那边问，还是得去的，总不能是不办吧，是吧？”众人回村后，田楚莲一回到村大队部，就急忙让黄炳坤用大喇叭喊话：“喂！连寨村集体的社员，今晚吃过晚饭后，各自带着板凳来村大队部集合，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各家各户至少要有1个大人到场。再通知一遍，连寨村集体的社员，今晚……”村大队部的大喇叭一连播报了5-6次。到了晚上，大队部里田楚莲和黄炳坤见村民们来的都差不多了，拍着手说道：“大家伙都静一静，要开会了，都坐好了。下面让咱们田书记给大家说说开会的目的。”社员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大队部，是有一件关乎咱们连寨村的大事，需要和连寨村的集体社员们商量。前些天，咱们村的陈显贵家，他侄子从阿美利卡国回来寻亲，抱着为咱们连寨父老乡亲创建富足生活的想法，想要在咱们连寨村的村西头那儿，把那34亩地给建成厂房。这建成厂房是造福咱们连寨村的大好事。咱们连寨是一片穷山沟，陈在东同志不仅要在这里建厂房，还要修路、修电厂。社员们，这可是咱们连寨发展的大事。但是呢，村西头那块地是咱们连寨村集体的。陈在东同志为了避免以后出现什么不好的纠纷，给了我2个方案，让我来和你们商量，看你们要哪个。
陈在东同志第一个方案就是让咱们连寨村集体以这34亩地为股份入股光东公司，他会给1%的分红股权，将来厂子有了效益，每年都能给咱们连寨村集体分红。一听才给1个点，底下就有村民们嚷嚷着道：“34亩才给1个点，田书记，这也太少了。”是啊，田书记，这一个点，全村年喂1份，1人才能得个块8毛的，卖烟都费劲。大家伙先安静，听我说。第二个方案就是光东公司按照咱们政府的正规流程来，让国土局的同志下来咱们连寨勘察，然后按照国家给的征地补偿数额，光东公司全资补偿给咱们连寨村集体。要钱还是要股权，大家伙都商量商量。咱们村这34亩地是村集体的，要钱还是要股权，大家伙都商量商量。田书记，那这征地的话，咱们能得多少钱？这34亩地呢？要我说，就直接把地卖了得了，怎么的都比那1年1个点的什么股份分红多，大家说是不是？陈在兴这边，发小李仁发小声的问：“在兴，你堂弟真想买地建，到时候把我也给弄进厂里去呗，让我也吃上商品粮。”其他围在陈在兴边上的人七嘴八舌的说着。陈在兴挥着手：“你们懂啥？知不知道？”这一个点值多少钱？光是投资这个厂和要修的路啥，我们家东子就拿出了1个亿出来。听好了，是1个亿的美刀。这一个点怎么的也有个100多万，你们知不知道？还在这嚷嚷着少，咋的？咱们村的地里头都埋着黄金啊，值100多万。哇，有这么多？在兴，你可别骗我们，你堂弟有没有这么多钱出啊？1个亿，那得是多少钱？你知道吗？田支书用手拍着长桌，大声喊道：“都听我说，别吵吵！征地这事儿，具体能得多少钱，都得看县里那边给出的政策来定，不是咱们连寨村自己说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咱们村西头的那34亩地是属于连寨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征地是依据政策需要对所征之地进行补偿，具体能补偿多少钱，得看土地的性质。咱们连寨村西头那34亩地就是一片荒草地，别以为34亩听着多，就以为能补偿很多钱。你们都想多了，所给的补偿款是补偿给所征用土地上的农民集体因被征用而遭受的损失，主要是针对土地上的房屋以及农作物等进行补偿。”田支书说到这，伸手往村西头的那一片荒草地一指：“你们自己说，那块地上面有啥种植物？谁家在上面有房？顶多就是耽误以后你们放牛。真要想拿征地补偿款，我告诉你们，最多1亩地不超过200元。你们自己算，34亩能得多少补偿款？”田支书看着村大队的会计蔡苗生：“蔡会计，你说能得多少补偿款？大声告诉在场的社员。”就按1亩补偿200元算，34亩共能得到补偿6800元整。6800元，各家能分多少钱啊？咱们连寨村有700户，每户能分9块7毛1。这时，一些村里的老人立刻就站起来，大声说道：“大家伙都听田书记的，咱们不要补偿款，咱们以那34亩的入股。”不过田书记，就是您能不能跟在东说说，1个点确实是有点少，能不能再加点？是啊，田书记，1个点确实是少了点。田楚莲沉着脸看着那些说话的人。人家之所以会看中咱们连寨，是看在他大伯显贵的面子上，真金白银到哪争不到地。你们自己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在东同志当初提出要办厂的时候，县里就邀请他看中那块地，随便他挑，条件优渥，是在东觉着连寨是当年他爷爷生活过的地方，人家是念着这份乡土情，才选择在咱们连寨这办厂投资。光是在咱们连寨这办厂，在东就得付出比其他地方多几倍的投资，就这，人家还是坚定的选择咱们连寨。你们自己说，还要求多加股权，是不是贪心了？能给咱们连寨村集体社员一点的股权，咱们还得感谢在东。你们也听到了蔡会计刚才的话，在东真不讲一点情面，直接走县里征地，给个6、7千块钱，到手能有多少钱？你们自己心里门清。可他那么多钱，多给咱们点股权，不过是9牛1毛，他就是小气。田楚莲听到人群中有人喊出这话，啪的一下就拍着桌子站了起来。哪个混小子的说的这话，给老子站出来！黄炳坤手一指躲在人群中的蔡蒙子：“蔡蒙子，你丫的敢说不敢站出来，站到前面来！”田楚莲指着蔡蒙子就是破口大骂：“你个兔崽子的，你这是在挑唆全体社员啊你！人家有钱碍着你是了，还小气？咋的？你家有钱，怎么不见你贡献出来给村集体？你大气！明天我就上你家去，先把你家给贡献了。”别，田书记，我就是逞口快，我多嘴，我嘴臭。大家要知道个好歹，话我已经给你们讲明了，现在开始进行投票，大家都过来领豆子。田楚莲说完，黄炳坤就拿着个碗过来，大家一家出1个人为代表，一人拿1颗黑豆，支持要补偿款的投右边这个碗，支持以地入股的投左边这个碗。现在排队进行投票。
闹哄哄的投票过后，田楚莲看了一眼右边的那个海碗，里头一颗豆子都没有，对黄炳坤道：“连寨村集体社员关于村西34亩荒地处置方案结果，全员投票决定选择以地入股光东公司。根据投票结果，全员投票通过，我以连寨村支书的身份宣布投票有效。”啪啪啪的掌声响彻广场。田楚莲压了压手，示意大家先静一静。经过我跟光东公司的沟通，在东和在光都同意将原先的1个点提升到1.5个点。既然你们都已经同意了，那我明天就跟在东他们说，村大队也会立马拟好文件上报给县里。没什么事了，那就散会。陈显贵抱着陈荣国小孙子回到了祖屋时，这会陈东张姨还没走。陈东走过去问道：“大伯，村大会讨论的怎么样了？”全员投票通过，选择以地入股。老太太坐在边上却道：“村里那些个人就没有说些什么，都是些见识少的，就没说直接要钱了事。”那还真让您给说着了。最开始都只想要钱，还说东子开场后怕效益不好，分不到多少钱，又嫌弃东子和大哥给的1个点股份太少。东子，你也别太在意，大家伙都没啥见识，只想到先把钱揣兜里，哪里能想那么长远的事？确实，要不是田书记把里头的道道给他们讲明讲细，他们还真想直接拿征地的补偿款。要征地也好，要以地入股也罢，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只是提出2个方案给他们，他们能选择入股，也算是田书记的苦心没有白费。丫头，你们啊，就是心善，这造福全村的好事，要不是田书记镇着，估计好事能变成坏事了。但陈东办事也是从不拖泥带水，没几天光东公司就正式成立了。连寨村大队部门口，满地红大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彻整个连寨村。全体社员们，今天是一个值得喜贺的日子。我连寨村以地入股光东公司的成立，意味着咱们连寨村开始迈出脱贫致富的第一步。大家鼓掌，热烈欢迎陈在东先生发表重要讲话。股东们，咱们连寨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虽然从小在外面长大，但我爷爷、我父亲常常告诫我，我的根在这里。我爷爷说，之前连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都被看低一档，但是咱们从来都不是甘于人后的。甚至我回国后的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咱们是能够赶赢超雄的。但我的个人能力有限，等到了咱们连寨村后，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帮人先帮己。连寨是我爷爷生长过的地方，我想帮连寨，想要连寨的各位股东们在我的帮助下实现富裕。掌声再次响起，这次村民们鼓得更起劲了。陈东铺垫的足够多了，他压了压手。于是我跟我堂哥商议过后，决定拿出1个亿的资金，先期进行投资。股东们，你们的教员曾经说过，要想复兴修路，只有路通了，外面的物资和咱们连寨光东厂生产的产品才能运输出去。咱们光东公司成立了，大股东就是我的堂哥陈在光，2股东就是我陈在东，3股东就是你们连寨村集体。我作为出资方和2股东，跟我大哥商量后，决定在连寨厂投资建成后，给予咱们连寨村10个人的名额入场。村民们面面相觑，连寨村集体不是已经是股东了吗？咋才让10个人入场？见村民们不解，村支书田楚莲出来道：“社员们，咱们连寨村集体是3股东，占股小，只有分红权，是没有决策权的。这一点咱们事先是有说过的。至于为何只给10个人的名额，很多社员们会不解，心里会问为什么？是啊，为什么？不是应该咱们连寨村的人都进厂里做工吗？咱们可是连寨生产大队呀，社员们都进厂做工了，谁来种地浇粮？难道你们就看着这些地荒废了？再说，厂子生产的是啥？是咱们连寨以及周边的那些番薯干啊。你们不种，厂子社员们别觉着入不了厂就很亏，可你们别忘了，你们年底是有分红权的。厂子生产所需的番薯也是优先采购咱们连寨村的，一年下来不比那些进厂的人差多少的。而且咱们还要修路，社员们只要等测绘好地形，规划好路线，县里同意后就能立刻动工。我和在光、在东2人商议过了，修路和平整那34亩荒地的人，优先用我们连寨本村的社员。村民们一听，那叫一个欢天喜地，这回手掌都拍得通红。别急，这还只是公社那边给的条件，毕竟这条路是光东公司出资建设的，咱们是属于被雇佣的，所以光东公司这边还承诺每人每天给予1块钱的工资补偿。修建期间，光东公司承诺会提供每日的伙食，标准是肉食3天供应1顿，米饭管饱。这么大手笔呀，那不得被吃穷了啊！太豪奢了，3天1顿肉，我这都不敢想的事，在东给我提出来了。围观的那些人大声地朝田楚莲喊道：“田支书，我们上寨村的，到时能不能也过来上工啊？”“是啊，田支书，我是下寨村的，能不能过来上工？”田楚莲对着那些叫喊的人道：“到时开始修路，咱们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都会有名额分配到时候会把所分配的名额告知给你们生产队的各个队长，你们到时自己去问就行。”散了会，陈东和陈在光正要往陈家祖屋那边走，就见2个村民快跑过来，对着田楚莲喊道：“田支书，来人了！”“啥来人了？说清楚，来啥人了？”田楚莲被这2人说的话给搞糊涂了。那2个村民指着不远处的乡道：“
来了辆小轿车，下来了个穿中山装的干部。田支书，你快去看看。田楚莲一听，抬脚就走。林德营这会正在河路旁的那些村民闲聊着。田楚莲和黄炳坤见状，小跑过去。同志，不知您是？我是县里的林德营。田楚莲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就握住林德营的手。林主任，欢迎您莅临我连寨村视察指导。我是连寨村支书田楚莲。林书记，我是连寨生产队队长黄炳坤。楚莲同志，炳坤同志，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啊！感谢领导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这次过来，一是过来考察一下连寨的情况，二也顺便过来听听你们这些基层对于这次陈东同志投资办厂的建议。不知道陈东同志人现在在哪里？田楚莲回头看了一眼，朝着陈东、陈在光两人喊道：“在光，在东，快过来！林主任来了。”陈东和陈在光走了过去。林主任你好，我是陈在东。林主任您好，我是陈在光。在东同志你好，你从采购的那一批工程设备，驼岗那边已经运过来了，不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动工？林主任，工程设备齐全了，随时都能够动工。我这2天也会打电话给我在湘江那边的银行，让他们汇款过来。但就是关于修往驼城市区那边的道路规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协调好，尽快给出一个方案和款项来。具体的协调我会很快前往沟通的，主要还是在东同志你这边的家境，毕竟那边真要是出了方案执行下去，没有款发放下去，那边很难交代。就在陈东与林德营等人交谈着，那2个村民又快步跑了过来，朝田楚莲等人道：“田支书，村口来了好多辆大卡车，车太大进不来咱们村。公安同志过来通知，说让在东过去签收。是我从采购的工程设备到了，驼岗那边帮着给运送过来的，我还以为明天才能到呢，没想到今天就来了。在东都有些啥设备？推土机、挖掘机还有打桩机啥的，总之修路建厂能用到的，大概都采购了些。太好了，林主任，咱们快去村口迎一下吧。”陈东等人来到村口，此时运输队的一个大队长拿着一份清单就递给了陈东，让其签收。一共是挖掘机3台，部件5套，推土机6台，部件。陈东查看着车厢，等到看见一辆大卡车里头还猫着几个被捆住的人时，陈东假装诧异的着朝那个大队长道：“我这清单上也没有写还有4个人啊。”哈哈哈，陈同志您说笑了，这不是给您送的，这4个毛贼是在半路上劫道被我们给逮住了，准备送完您这些回去就往县派出所送去。嗨，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订购的时候出错，那边连人都给我发来了呢。陈东说笑间无意打量了猫在车厢里的那4人。王所长，这3人我见过。陈东对着走过来的王岩王所长道：“我刚进入咱们南山县的时候，走的前往县城的那条土路，也是这3人半道设伏，想要劫我的车，还好我当时走脱了，没想到这仨还敢故技重施，不想踢到了铁板，让王所你给抓着了。还劫过陈同志你的车，那看来是惯犯了。”连寨这边这么热闹，隔壁上寨那边的刘国亮混在人群中，他拉过连寨村里的一个认识的年轻人，就问道：“哪来的这么多车？还有这些挖掘机啥的，是县里运过来的吗？”“什么县里？这是我们连寨自己的。我们村就要修路建厂了，以后啊，我们连寨可就要成为周围10里8乡的这个了。”年轻人说着就举起了大拇指。“难道外头说的是真的？我大嫂的堂弟在东，真的打算在连寨投资办厂了？”那年轻人一听这话，鄙视的看着刘国亮：“你可别在连寨提这事了，老陈家的人都恨不得把你老刘家人的腿打断。今时不同往日了，老陈家是真的要发达了，你以后还是悠着点吧。”“那是我大嫂的娘家，我这个大嫂的小叔子还不能提我大嫂娘家人了，都是亲戚，怎么就能成死仇了？”“呵呵，那在东这会就站在那儿，你过去打个招呼啊。”“去就去，都是亲戚，难不成他老陈家发达了，还敢真不认我大嫂的婆家人不成？”刘国亮被这么一小伙用鄙视的眼神看着，壮着胆子朝陈东那边走了过去，刚要开口，陈在兴就冲了过来：“干嘛呢你？”“他小舅，我是国亮啊，这不是看你们在这，过来和东子打个招呼吗？”“你谁啊？东子是你能喊的？给你脸了！你那个孬种哥哥，有种别一直躲村里，出来一次，我腿都给他打折了。”陈在兴撸起袖子就要大耳刮子扇过去。“在兴，瞎说啥呢？”陈在光也走了过去，赶紧制止了他。另一边的陈东根本没空理会他，还在介绍着运过来的工程车和部件。“林主任，您看这台挖掘机扭矩大，再看那台。”“在东同志，这些设备都很贵吧？”“林主任，这些都是我朋友那里采购的，一台也不贵，就20万元。”“还是太贵了，咱们这儿一台也就是6、7万上下。”“林主任，我知道咱们这儿的便宜，但关键是我这边急缺，而且我这回手头也没有那么多钱，外汇又转不进来，等后面再添设，我一定优先采购。”“咱们现在产的设备其实也并不比外面的差多少，要相信咱们，你下次要买跟我说，给你加急。”“好。”陈东和林德营说着话，王岩就走了过来。“王所长，你来的正好，我想找你打听点事。”“陈同志，你说啥事？”“王所，咱们南山县有没有一些退伍未就业的人员可以介绍？”“在东同志，怎么问起这个来？”“是这样的，林主任，咱们光东公司不是以后还要修建公路和发电厂吗？我想着这回治安确实不太好，就想自行组建光东公司自己的保卫科。”“这样了，在东同志，你不应该问王岩同志，得去县里的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问，那里资料齐全，全县所有退伍回来的都得去那报道。在东同志，你要真的打算组建你们公司的保卫科的话，明天你去那边，让他们帮你挑选一批。”“哎呦，那感谢你了，林主任，我这还真愁找不到合适的呢，这下我也不用瞎问瞎跑了。”
感谢的话得我来说才对。这从何说起？戴东同志，你组建自己公司的保卫科，也算是帮着县里解决部分人员的转业工作了。你说我该不该感谢你？哈哈哈。那你要是这么一说，我到时可要多备几个名额。第二天，陈东一家早早起来下楼去。陈东笑着对吴春华道：“吴同志，我们出去吃早餐，要是有什么人过来找，麻烦你给说一下。”好的，陈先生。等候在外边的赵志刚见陈东一家出来了，立刻说道：“陈先生，王所那边让我告诉你，你要的那些保卫科人员已经都给你找齐了，人都在所里了。都在所里了，男女都有。我今天早上去所里的时候，那些同志就已经在所里大厅报到了。王所让我跟你说一声，等会就过去给你介绍介绍。行，吃完早餐我就过去。”陈东一家吃完早餐后，开着黑色轿车一路行驶往南山县派出所。王所，我听赵同志说，人你都给我找齐了，我这过来看看。齐了，男女加一起得小12个人。才走入大厅，就见边上的长椅上坐满了人。王岩依次给陈东介绍道：“这边依次是张铁军、王学文、陈卫华、周向东、赵永强、孙红兵。”陈东一一客气地朝他们握手，接着来到另一边，王岩介绍道：“这些是马秀云、邓红霞、潘玉凤、袁丽华、程春新、郭娥。”“你好，你好。”陈东也同样一一握手过去。他笑着朝王岩道：“王所，咱们找个房间，让我来跟他们先进行简单的介绍，沟通一下。”“可以，所里有一间会议室，咱们就到那里去，地方够大。”就在陈东在会议室里和12个保卫科人员聊着关于工资待遇上的事时，支行的田长河和李卫国两人骑着28大杠就往县招待所里偷走。陈先生带着妻儿开车去国营饭店吃早餐去了，你要不在这等会，说不定一会就回来了。田长河一想在这等也不是个事，干脆就对着李卫国道：“老李，咱们干脆往国营饭店那去，我怕陈先生一会儿吃完了饭跑连寨去了就麻烦了，找到人了直接给领咱们支行去，也省得来回跑。”行。两人骑着车到了县国营饭店，方经理立刻迎上去接待。田行长、李副行长，今儿个怎么您二位这么早？我俩是来找人的。陈东先生走了没？您二位来的不凑巧，陈先生吃完早餐离开得有个10几分钟了。知道陈东先生往哪里去了吗？我听随行的一位公安同志说，县派出所里有事，把陈东先生往县派出所那领了。您二位要不往那里去看看？行，谢了老方。田长河笑着就挥手谢过方经理，带着李卫国就往外头走。两人到了派出所，就热情地握住陈东的手。陈先生，总算是找到您了。田行长，你找我是有事？站在边上的王岩也看了过来。老田，怎么了？听你这话，找陈东同志挺急的。田长河见众人都看着他，只得笑道：“陈先生，是有一件大事要找你，那边文件下来了，说让您到咱们支行那边办理个公司账户，到时候那边才能把款给你转移到账户里头去。这是文件，陈先生您看一下。”田长河将公文包里的那份文件取出，递给陈东。陈东拿过文件看了一眼，就拿给边上的妻子张姨了。你们那边动作倒是真的快，我这边的钱还没转过去，你们倒是先给我转过来了。这不是信任陈先生你们？张姨看过文件后，小声地问陈东：“东尼，怎么是2亿8千万？不应该是1亿吗？”面对张姨的疑惑，田长河解惑道：“是这样的，陈先生、张女士，您的那1亿美刀是按最高汇率进行兑换的，不会有错的。”行，既然你们这么痛快，那我也就不墨迹了，一会我就打电话让湘江那边给转过去。不过田行长，你那边还得再等会，我这还有正事没办完。陈东一指身后的那12个保卫科人员道：“我还得和他们草拟一份雇佣合同，签完后还要去公证。”连寨村西此时那34亩荒草地已经开始动起工来。陈东和陈在光这会儿正在看着图纸，戴伟国手指着荒草地不远处，对着陈东道：“陈先生，那边咱们彻底的堆积填埋完后，后续的地基就可以进行浇筑了。”陈东点了点头，问戴伟国：“戴主任，你们给出的图纸是一层铁皮厂房，而宿舍楼那边我并不是很满意。”陈先生，您要是有不满意的，可以尽管提出来，咱们是可以马上进行修改的。厂区的宿舍楼，你们只设计了不到6层，占地面积也太小，我要求至少是12层，面积至少还得再扩大个100多平出去。这宿舍楼未来我是要满足整个厂区的所有员工住宿问题的，而且你们这份图纸里头并没有预留安装电梯的空间，还有每个房间的厨房预留可以裁撤掉，反而是卫生间必须得加上。陈先生，您的意思是说，这宿舍楼将来您打算还要安装上电梯？是的，而且是双电梯，有什么问题吗？戴伟国连忙摇头表示没有。我当然没有了，你钱多烧得慌，我就是听吩咐来给你光东公司设计图纸的，想怎么改都随你这个富豪的意了。你就是1户1电梯，我都没有任何的意见，只要你满意就行。而且你们设计的这些房间怎么有大有小？小的像这些才不到20多平，大的却有50多平，这是干嘛？边上听着的陈在光见陈东是真的不懂，便对着他道：“东子，将来咱们公司的员工肯定是有已经结了婚和单身的，房间分配上肯定是夫妻房要大一点，有些还会带着小孩子，太小了不够住的。”陈东却摇头道：“这样吧，戴主任，1到4层全部统一设计成单身房，每个房间我看就规划成2个小室，加1个小客厅，你看怎么样？”这样会不会太浪费地方了？东子，你要真的打算1人1室的话，不如一个楼层全部都规划成1个隔间，每个隔间住1个人，省去那个多余的小客厅，还能多出许多房间来。这样设计的话，那每个房间的洗手间呢？
东子，真的有必要每个房间都预留一个卫生间吗？是的，有必要。陈在光无语，只得道：那戴主任就按在东的提议，辛苦一下设计员再重新设计一番。别急，我还没说完。这宿舍1楼得设计成商超，旁边我打算再搞一家洗衣房，供宿舍楼的员工集体使用。商超我能理解，但洗衣房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用来摆放洗衣机的地方啊，就在商超的隔壁，两边一直溜全摆满清一色的滚筒洗衣机，投币就能使用。要收费？要，肯定要。每个员工每人都需要使用洗衣币投币使用，这些都是要员工自行承担的，为的是防止有些员工浪费和占用其他人的时间，这些将来都是要写入厂宿舍条例的。至于夫妻房，比单身房大1倍就行，单身房25平的话，夫妻房就50平，别搞得太大，不然有些人会有怨言，全都奔着夫妻房去，到时就不够住了。我的要求就是宿舍楼的所有房间不能有使用明火的地方，必须每个房间要有卫生间。陈东进行最后的总结。好，陈先生，我回去就按照您说的，让设计员重新进行修改，一定叫您满意。接着厂房的图纸陈东提出了几点小修小改后，也就通过了。戴主任，填埋的工作大概需要1-2个星期，你们承诺的那些钢筋水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运送过来。听到陈东提起这个，戴伟国就是一脸苦瓜相。陈先生，您提出的一系列修建需要的量实在是有些大，光是您在连寨这边的场地浇筑和宿舍楼修建，钢筋就不下400多吨，但钢筋咱们省城产量太少，得从其他城市采购才行。那行，既然戴主任您这么说了，那事情就拜托你了。等戴伟国带着图纸离开了，陈东两人村里走去。大哥，我准备带着二哥和姐回一趟阿美丽卡那边，一来是给他们2人看病，二来是我想回去阿美丽卡那边，就咱们这边的厂子开起来后，产品的出口问题和公司那边的采购详细说明一下。大概什么时候走？等二哥和姐的护照下来了，我就先带着他们去湘江那边，然后坐我自己的私人飞机飞回阿美丽卡，估计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陈在光听后点了点头。行，去了也好。你二哥的身体这些年是越来越差了，早些年南山县的医疗条件差，加上身体没有调养好，去了阿美丽卡也好。至于你莲香姐，你提出的离婚建议，我爹并不是很同意。你莲香姐也有些犹豫不决，主要是3个孩子还小，要是离了婚，3个孩子的归属问题也有的吵。等我们从阿美丽卡回来再说吧，到时离还是不离，只要莲香姐说了，我都支持她。两人走回到了祖屋这边，陈在兴见陈东回来了，搓着手不好意思地问：东子能不能把我也给带着？我长这么大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咱们县城，我听人说湘江那边高楼大厦的老繁华了，带着哥哥我过去开开眼界呗。东子，陈在光瞪了陈在兴一眼：你跟着去干啥？你二哥和莲香去是为了治病，你去是为了到时能够回乡下来。哎呀，大哥，我那显摆了，我就是过去看看嘛。再说二哥过去了，我跟着还能帮着照顾一下二哥，你说是不是？东子，嘿嘿。陈东笑着道：五哥你想去也成，不过得大伯他同意，大伯同意你跟着一起去，我就给你往县里递交申请，不过要快，不然等县里把二哥和莲香姐的护照办下来了，我可就不等你了。东子，你别管他，他就是太闲了，等回头我把他拉到工地去赚工分去，累上几天回家叫唤都没劲，还想出国。东子你放心，我一定说服我爹，马上就给你回复。陈在兴哪儿还会管他大哥陈在光的话，3步一回头就往祖屋里跑。而赵阳县这边评估完可以进行开工修建公路后，公社的人就带着文件来到了红坪村，给村支书花振红。花振红看完文件上的征地补偿，当即就说：这个补偿数额我们红坪村不接受，太少了。花支书，这可是咱们县那边给出的补偿，你不接受也得接受。那不行，勘测过后我就召开了村集体会议商讨了，村民们一致决定，要是光东公司给出的补偿价格太低，弥补不了我们红坪村的那些被征梯田的收成，这地就不能征。公社来的那人听完都气笑了。你们村集体一致决定的事，就能给你们更改征地补偿？花支书，你不觉着这有点太拖大了吗？拖不拖大我不管，反正地是我们红坪村集体的，光东公司想要从我们这修路，就得把征地款补偿到我们满意。小马，你也别在这跟我犟嘴，村集体决定的事，我这个村支书也不得不听的。花振红一口一个光东公司，小马也算是听明白了。红坪村的这些村民们是打算趁着人家要修路，隔着敲竹杠呢？行，花支书，你的话我会原封不动的带回公社。至于这份文件，就先放在你这，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就先走了。小马一走，红坪村生产队长吕兆泰就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支书，县里给了多少补偿款？1亩补贴700元，文件上规划需要征咱们村18亩，也就是12600元。这么少，不是说那个华侨拿了1个亿出来吗？就给咱们1万多。支书，你不会就签字了吧？你看我像是傻子吗？不像。需要用到咱们村的地，那就得拿出咱们满意的价格出来，不然就别想从咱们这过。你等会挨家挨户的跟村民说好，1亩最少得补贴3000元，就是来人了也要咬死这个价。谁要是说秃噜嘴了，全村上他家吃西去。支书您就放心吧，咱们红坪村全都是吕姓，都是一个宗族的亲人，坑谁都不会坑自己人。支书您为他们好，他们心里都明白着呢。而南山县这边听说了消息，商议不下，只好让冯元生来找陈东说和一下。在连寨村大队，陈东正在和田楚莲商议有关火力发电厂的选址。陈先生忙着呢。冯主任来了，坐，我们说着事呢，没注意到你进来。冯主任，你来是有事？
确实是有点事，是关于赵阳县那边修路征地的事。啥事？冯主任，你说。赵阳县那边的孟玉公社红坪村对于710亩的征地补偿有些意见，我过来跟陈先生您说一下，看能不能适当的给提一提。提多少？提多少？红坪村那边说最少得3000元1亩，他们才会同意签字。抢钱啊！冯元生说完，陈在光倒吸了一口气，田支书则是喊出了声：冯主任，红坪村的人是想抢钱不成？楚莲同志，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什么抢不抢的，这不是正在商量着呢吗？红坪村那边为什么会提出要3000亩的补偿？总得有个理由吧？我也是了解过你们驼城关于道路修建征地的，700元1亩已经是你们所能给出的最高补偿价格了。为什么红坪村觉着补偿价格低了？我需要一个理由。陈先生，是这样的，公社那边靠近灵山的红坪村，祖祖辈辈在那耕作，那些梯田全都是红坪村村民们辛苦劳作出来的。而想要将路从连寨这边修往市区，必须借助红坪村原有的那些梯田，不然施工难度以及后续公路的落差会有些大。红坪村的村民考虑到他们赖以为生的梯田要被永久征收后，为了他们以后不至于因为粮食减产而饿肚子，这才提出要3001亩的补偿价格的。陈先生，您觉着关于红坪村村民的3001亩的补偿价格如何？陈东笑道。红坪村村民们的顾虑，我深有同感，也理解他们。毕竟他们是真的得靠着这些梯田来谋生的。而我们光东公司呢，是以盈利为目的来到这儿进行投资办厂的。考虑到红坪村村民的顾虑，我这个光东公司的2股东决定重新修改施工图纸，架设高架，绕过红坪村段落，成本增加一些没有关系，我们不能给地方的百姓造成太大的顾虑。陈先生，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明白，我再……不用了，冯主任，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也讲得很明白，地方的百姓有顾虑，我们就要改进。陈先生，您再考虑考虑，事情没必要发展到这个地步。您要是觉着3000实在是太多了，我可以和赵阳县那边说，您说出您能接受的价格出来，我立马打电话给县里。不用了，冯主任，没必要搞得这么麻烦。我觉着直接修改图纸更省事一些，多花点钱我是不怕的。我就是不想被别人威胁着做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冯主任。冯元生叹气道：陈先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陈东笑着摇头：不，冯主任，你们南山县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只是赵阳县那边的人有点得陇望蜀了。冯主任，你回去告诉林主任，就说是我陈在东说的，不接受红坪村关于提高征地补偿价格的提议。光东公司股东一致决定修改图纸，绕过红坪村。至于赵阳县那边要是不同意我公司提出的修改图纸的请求，我公司会视情况决定是否放弃修建南赵公路，转而修建通往南山县县城的路段。你可以原话带给林主任。而几天后，阿美利卡国际机场，一架飞机稳稳地降落在机场跑道上。陈家一行人终于抵达阿美利卡，几人休整了几天，陈东就带他们去了华东生量贩超市参观。我们到了，快看，这就是我太爷爷开的超市，里面可大了。哇，好大的房子！进入大门后，陈在兴学着陈东，投币后推着一个购物车进入超市，边走边感叹：好家伙，这么大！而另一边，陈辉正带着陈荣国在草坪上玩着。嘿，吉米，你回来了。陈莲香看到一个陌生男子朝还在除草机上的小陈辉走过去，急忙跟了过去。盛叔叔，你变年轻了！哈哈哈，吉米叔叔，我发现你去了一趟后，嘴巴都变甜了不少，都学会客套夸人了。林庆盛见陈莲香紧张地站在一边，便说道：我是华东生的经理，我叫林庆盛，你是？我叫陈莲香，我是吉米的大姑。你是从东你老家过来的？是的，东子带我们过来的。陈莲香指向陈东他们所站的地方，陈东也注意到，朝这边走了过来。庆盛，我在老家那边投资了一个工厂，打算生产些水果干等制品，到时要走公司的采购渠道，放在咱们华东生出售。计划的生产量大吗？我目前准备投2条生产线，先看看货物运到这后，上了货架后反响如何，后续再看是否追加产能。林庆盛想了想后道：东尼，最好是先发一批样品过来这边，进行一系列的检测，拿到一些证书，不然生产线开起来后，我怕你在那边的货会被卡住。这个我懂，这次我过来也是带了一些的。说完，陈东往身后一看，发现陈莲香并没有跟过来，就朝着他喊道：姐，你过来一下，有事和你说。等陈莲香过来后，陈东对着林庆盛道：我哥本来也是这次负责人之一，不过他因为身体原因需要入院接受治疗，所以这次就让我姐和你一起跑一次食品局那边，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多帮着解决。陈莲香客气地朝林庆盛笑了笑，这才伸出手：林先生，要是我有啥不懂，做的不对的，你都包涵。好的，香姐。林庆盛笑着握住了陈莲香伸过来的手，两人虽然只是轻轻握了一下，但边上的陈在兴眉头却皱了起来。我怎么觉着面前这个小白脸看我姐姐的眼神怎么那么的不怀好意呢？这小子不会带着什么企图吧？不行，我得防着点这小子。姐已经被刘国民那个王八蛋伤过一次心了，可不能再被这小子给套了。带着这种想法的陈在兴当即就对着陈东道：东子，我这些天也跟着姐吧，姐你身体还没彻底的恢复，我在边上给你照应着。陈东点了点头，林庆盛则是客气地笑着看了看陈在兴，而后带着众人进入了超市，滔滔不绝地讲解着超市各种商品的情况。咱们华东生目前的热销产品主要还是食品及酒水类，其他的像是电器还有机械配件啥的，因为使用周期的原因，销售量这一个季度有些下跌。陈东听后点了点头道：
我打算将那些运送过来的水果干啥的进行一波促销，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捆绑销售吧，将一些热销的产品和水果干进行捆绑，慢慢的推广，让本地人接受这个水果干的口味后，我们再在电视机、报纸、广播上进行大量的宣传。那你就尽快统计一下哪些产品适合进行捆绑，要给出适当的价格优惠。等产品进来后，你在各个门店的大门处进行一部分的试吃调查问卷，反馈给我。行。2个月后的南山县新的公路也修建好，双向2车道的公路直接从灵山穿插而过。陈东和陈在兴此时也回了陈家祖屋。大伯奶，大伯，我回来了。哎，莲香和小姨那丫头呢？陈在兴笑着道：奶，弟妹怀孕了，姐就直接留在了阿美丽卡那边照顾弟妹一段时间，不然吉米和荣国那俩小调皮捣蛋在，弟妹可应付不过来。哎呦，小姨又怀孕了，那可真是太好了，得给你爷上炷香啊，东子。随着公路和发电厂的完工，没几天工厂也全部建好投入生产。阿美丽卡的华东生超市大门入口处，导购员站在一张小桌前，正对着那些走过的顾客宣传着。来自神秘东方的能量宝石 Sweet Potato Chews， 它不是普通的食品，是一款超级美味的食物，富含维生素 A， 像给眼睛喝胡萝卜汁，膳食纤维是燕麦的2倍，给你的肠胃做一次体检。现在新品上市促销，一罐原价6美刀，现在打折只需10美刀，你就能得到2罐来自神秘东方的超级能量块。投资健康是聪明人的最好选择，你还在犹豫什么？不少人都被导购员说出的话给吸引住，停下步伐。这是什么？女士，这是来自神秘东方华夏的超级食品——东方能量块。哇哦，神秘东方的食品，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到。你能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吗？当然可以，女士。如果您在寻找健康与美味的完美平衡，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款东方能量块。它采用神秘东方传统工艺，锁住了番薯最完整的营养——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钾。它的甜味完全来自天然，升糖指数比普通薯片低45%，是您管理体重时的最佳伴侣。我能试吃一块吗？当然，女士。随着导购员天花乱坠的推销和市场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光东牌番薯干凭借着自身的美味和健康，迅速打通了阿美丽卡的市场。而南山县糖果厂的大门口，一辆黑色迈巴赫停了下来。陈在兴见保卫室里的人好奇地走出来，还故意摁了一下车喇叭。坐在车内副驾的李仁发降下车窗喊道：同志，开一下门，我们是来找你们马厂长的，已经电话约好了的。保卫人员见陈在兴2人开着这从未见过的豪车过来，还说是和厂子约好了的，也不疑有他，便打开了厂大门。马跃进看着推门进来的陈在兴和李仁发2人，不解地问道：你们是？陈在兴笑着走上前去，伸出手握住了还懵逼的马跃进马厂长，对着他道：马厂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在兴，是华兴盛超市的老板，这位是我的秘书李仁发。你们来是有事？是这样的，马厂长，我们华兴盛超市是阿美丽卡的华东生超市在咱们华夏的子公司，准备在咱们驼城南山县县城开一家分店。陈在兴同志是吧？我不知道你说的华什么超市的，更不知道什么阿美丽卡的超市，请你有事说事，我很忙的。马厂长，我来是想和贵厂商谈一下关于供货问题的。陈在兴看马跃进有些不耐烦了，也不绕圈子了。供货？你要购买我们厂生产的糖果，你有县里或者是单位开的介绍信吗？马厂长，光东公司的老板陈在光、陈在东，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马跃进一听，上下打量了一下陈在兴，试着问道：你别告诉我你和陈在光、陈在东认识？何止是认识这么简单，我叫陈在兴，陈在光是我大哥，陈在东是我堂弟。哎呦，陈大老板，坐，别站着，快坐下喝茶。马跃进一听陈在兴这么说，态度立马来了个180度转变。马厂长，我们来是带着想跟你们糖果厂诚心做生意来的。好说，陈老板，不知道你们华兴盛超市开在何处，需要多大的量？我们华兴盛超市目前还在选址，至于所需的采购量，不知道马厂长是否听过量贩超市？马跃进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自然不懂得摇了摇头。陈老板，你说的这个什么量贩超市，我倒是没有听说过，你能具体给我说说吗？这个量贩超市是阿美丽卡那边传过来的，主要是以超优惠的价格模式，无需票据的，就可以让顾客任意的选购商品。马跃进点了点头。阿美丽卡传过来的，那确实是心满意，无需票据，这点倒是新奇。陈老板，无需票据的话，会不会有些不合规矩？马厂长，想必你也知道，咱们现在在大力的提倡改革，票据这种消费模式，等到全面实行，到时候就全都没有了。陈老板，你说的是有几分道理？马厂长，我们华兴盛超市将来那可是要在全国开连锁超市的，你知道连锁是啥意思不？就是全国各个超市统一选择同一个进货商。马厂长，只要你们糖果厂能够和我们华兴盛超市合作，将来你们糖果厂的糖果就能依托着我们华兴盛超市销往全国。你想想，到时全国那么多人，量得有多大？这张饼陈在兴画得很大，大到马跃进这个厂长都有些不敢去想。陈老板，你说的这些都是将来的事，目前你们华兴盛超市连具体开在哪还没确定，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马厂长，你有忧虑，这很正常。我们华兴盛超市的母公司在阿美利卡那边，那可是市值150多亿美刀的世界公司。选址问题，只要我们华兴盛一旦确定下来，马上就能给我们批地建设。至于你们糖果厂，并不是我第一家选择考察的对象，我们这几天已经跑了好几个厂了。陈在兴道。邵阳县那边，我们也考察了多家厂子，只是考虑到我弟弟在东想要为家乡南山县多做点贡献，才选择将第一家华兴盛超市开在咱们南山县，所以就近考虑咱们南山县的厂子。马厂长，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马跃进忙点头。陈东的名头现在在南山县确实是很响。这样吧，马厂长，咱们先签一个合作协议，等到我们华兴盛超市选址落实下来了，到时我们华兴盛超市的糖果供应就由你们来负责，你认为怎么样？马跃进迟疑的点了点头。那货款这些可得先讲清楚，押款什么的，咱们糖果厂是无法接受的。这个我明白，马厂长你放心，我们可以先付30%的货款，以季度结算的方式付完尾款。马厂长，你认为可行不？季度的话也不是不行。马跃进心里想着，便点了点头，可以。一直坐在边上没有说话的李元发见陈在兴打了个眼神，忙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在光东公司让文员给打印的文件出来。马跃进看着这些打印好的文件，更加相信了面前的陈在兴。能打印出这种文件格式的，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办到的。再说，也不过是签订了个协议而已。真要供货，到时还得见到陈在兴口中的华兴盛超市选好地址，建好后收到那30%的货款，我才能放货。